好，美式激情全力投搏，今天在18、19日连续2天，在新北市泰山体育馆别开生面热闹举行的第1届台湾美式躲避球锦标赛呢，我们刚刚从早上的9点40分一路转播，然后到现在下午呢，比赛还要重新持续的进行啊。那这个理事长这边呢，还有协会也非常用心，在主播台安排了非常多，今天是选手也好，然后他们在来自不同的协会也好，还是在不同球队的选手上来讲评。那我们在下午的第1场比赛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女艺人，然后同时也是之前全明星运动会以及这个女团选秀出身的谢于蓉蓉，在下午和我董金桥继续为大家一起带来转播的服务。蓉好 ，Hello， 大家好。哇，大家平常都在电视上看到你，那不然在全明星，然后或者是之前的这个女团的选秀，那这一次以这个梅朵，然后是代表台中队来出赛，你是怎么样一个心情？我觉得蛮兴奋的，就是也是一个挑战。对，因为我觉得我的实力没有很强，是，可是我觉得我就是有那个冲劲的胆量。然后当时他们就说要不要报名，就是一股脑子就直接说好，那我们就报名。所以有点志在参加这样子。对，好，那男子组预赛我们待会要进行是宜兰县对新北市蓝队。那因为第1届的这个梅朵比赛，大家都平常可能都是各自在自己的区块练习啊，很少这样能齐聚一堂的感觉。那今天你来到现场，然后跟很多平常可能只是在 IG 上联络，或者是知道这个人但没有跟他一起打过球，今天的现场你这样参与下来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很熟悉耶，因为我会看到就是全明星当时我们在练习的教练各个分布在不同的队伍，对，然后每一队就都有一些就是认识的人，然后觉得嗨，好久不见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很亲切。是，所以除了比赛之外，也是大家梅朵爱好者这种有点齐聚一堂开 party 的这种感觉。对，而且我们这次不是代表台中吗？对。然后我们是住在台北。对。然后为了练球，我们是直接一起开车杀到台中。是，刚才 Likey 有分享一段。对。那你们刚刚比赛怎么样？还顺利吗？目前？就是慢慢在熟悉对手的模式，对，然后还有团体的默契这样。因为刚刚 Likey 有分享，其实台中这一次大家一起练球的机会不多，所以在默契方面好像也要琢磨一些哈。对，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领导者，就是他会让我们稳定下来。是，然后旁边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教练，他会跟我们说要小心很多细节，或是不要太急。然后大家就会很听他的话。是，然后就还不错，还不错。那于蓉平常因为练习的时候，有时候会有这种男女混练的状况。那像现在画面看到这样的男子选手，他们平常哇，这个球啊砸的都很用力啊。还好我们的梅朵当然是这种泡棉球，砸起来比较没那么痛。但你跟男子选手一起在练的时候，你觉得大家的状况怎么样？就是会发抖，就是很紧张，因为他们都会有一种很老练的姿态，然后明明就是看左边，结果他往右边直接杀过去，然后每次就会没有经意的就是被淘汰了，而且他们的杀气都很重。对，而且都是那种肌肉很多的，然后打过去的球都是那种嘣，超级痛，然后回去还会 OC 的那种。哇，真的很。那你以前有没有？以前小时候，国小时候应该有玩过那种传统的躲避球吧，一颗的那一种。那你觉得跟梅朵差别是什么？因为梅朵其实这种泡棉球砸起来就算是安全度高很多嘛，对不对？因为以前的那个球比较大，对，女生没办法用一只手就抓住那颗球，然后也比较难用力。可是梅朵的话比较轻，然后比较好拿，而且梅朵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接到球之后，对方就会出局之后还可以再补一个人进来，非常的补这样子。对，而且那个单球的我觉得单球的又比较紧张一点，因为如果球权一直在对方手上的话，里面的人就会有点像那种在笼子里面的小动物一直被虐的感觉。我懂，要闪躲这样子。对。好，这场男子组大战，我们看到现在新北市蓝队在人数上占优，他们有3位选手。那宜兰县这边呢，只剩下1位喽。1打3的局面。我全明星的时候有一局就是我自己在场上。那你当时这个心里在想什么？
超恐怖，脑袋一片空白，因为上面是3个男生，然后他们就集中一起走，砰，然后把我打出去。所以有时候真的剩下自己的时候，虽然还是有翻盘的机会，但难度其实蛮高的。而且还要有胆量可以去接球这样子。对。好，刚才的第一局由新北市蓝队很快拿下了胜利啊。我们来看第二局的发挥，目前看起来新北市蓝队在整个攻防配合上执行力是更好的。龙龙比较喜欢去做 blocking 还是做闪躲？闪躲。你比较喜欢闪躲？因为我觉得闪躲会对我来说比较轻松，就没有压力的感觉。OK， 所以你觉得用球去挡，你比较会有压力？因为我怕我这样球抓，然后他打到我的小拇指什么之类的，会顾虑很多，然后想说如果我球没抓好掉的话，我是不是就出局了？对啊 ，OK。哇，这里宜兰县左方的2位选手连续的2球攻击都没有办法把新北市蓝队8号给砸到。哇，来了，这边哇1换1。李承哲出局了，而且在场上会很紧张，会不小心没有看到后面的踩到线吗？对，我以前有一次是踩线出局的，哇，确实。我们那时候就是全明星比赛的时候，捡球的人比较多，对，然后他们就会在后面扶我们，让我们不会出局。是。那从全明星的那一次经验之后，到持续跟中华民国的美式躲避球协会的大家这样保持联系啊，然后还会揪练球，你觉得美躲的圈子的伙伴们大概都是什么样的这种感觉？大家平常打球的状况？我觉得很像家人，就是他是一直会让新人一起来玩，然后会教导新人该怎么练，就是不会有那种感觉我实力比较强，然后我就没有要跟你，你实力不强，我就没有要跟你玩的那种感觉。所以对于新手的接纳度很高，这样子。像我们上次有参加比赛，对，然后我们那个比赛就是新手居多，然后他们就是一个队有几个比较有经验的人当队长，然后带着我们一起比赛，就觉得感觉我不会因为我没有经验我就没有玩到很多，可是我都一直上场一直玩的感觉。所以这也是你喜欢这项运动，然后一直持续有参与的原因之一吗？就是大家相处起来是很融洽，不会说很紧张啊，或者是那种学长学弟或者学姐学妹那种制度感觉很重的感觉。而且他就是一个时间内不是会比很多次吗？对，没错。然后教练都会跟我们说，就是忘记前面那一些，下一场就是新的开始。是，然后就觉得这个感觉是平常在生活中也要记得。OK， 所以也学习到一些人生道理，这样子。没错。好，场上现在进行到的是 solo 的1-1，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在是蓝队的14号黄宇翔，他要挑战手拿3颗球。宜兰县的11号林伟杰，我觉得这种 solo 的情况压力最大，因为你等于是扛下了球队的胜负，就全都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了。而且如果赢下来会很帅气。对对对，哇，他踩线了！天哪，好可惜哦，真的跟你发生过的情况一样。对，可是他比较帅，就是 OK。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发生什么情况。往后退的时候，哇，好可惜。
这真的是差一点。对，这要特别小心哦。当然也是跟队友的配合啦，就是你在外场的捡球员要随时提醒场内的队友，因为场内队友的注意力一定都是放在对方的动作上面，所以有时候还是要适时的给予提醒。场外的人也很重要。对，没错，他们虽然没有在场内，但他们的捡球、递球的这个频率啊，甚至给予对手一些观察，我觉得都是在影响比赛走向的一些关键因素。而且默契也很重要。永荣之前有当过外场的捡球员吗？有啊。那你喜欢那个感觉？就是要有一个责任心。责任心。就我球一出来，我一定要接到，赶快给他，不然就会浪费那些。怕影响到他的发挥，是不是？对。OK。哇，这个球速好强劲啊！好大声。他的肌肉超大。对，没错，1号的何志俊从转播期到现在，我们就刚才跟其他球评有讨论到，因为其他选手都是穿有袖的，然后他穿无袖，所以他的这个手臂的线条就非常的明显，这样子。而且他打下去的声音超大声。对，看得出来就是有练过了。哇，2球，哇，连续的出击耶！新北蓝这一波攻势非常的强劲，假动作持续的骗，持续再骗。好，最后场上现在是3打2的局面。哇，好，成功的有效砸到，这样就形成2比2了。哇哦！哇，好，又是一个 solo 赛。哇，紧张刺激的时刻，新北市蓝队，我们这个非常壮硕的1号何志俊。哇哦！宜兰这边是一个左手左手选手，跟 Nike 对，跟 Nike 一样，所以他出球的这个角度跟习性可能不一样。哇哦！最后刚那一球应该是有击中84号吕灿宇，为宜兰拿下了这一局但每一朵的默契真的要很。没错，对，因为场上攻防，然后球数、人数，你要怎么做战术上的变化？对。在你们在台东队里面，大概谁是负责担任 caller 去下达指令？队长。队长，所以你都负责听这样子。对，我比较是在团队里面是比较听的角色。OK。有时候陈瑜姐姐也会给一些意见。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稳定团心的人。OK。那如果好，今天把任务指派给你了，那你会感到压力吗？还是怎么样？你喜欢做进攻手的角色吗？我觉得可以尝试，但是我可能是会手抖的做。手抖，所以还是比较紧张一点。对。OK。哇，那球好可惜。对，他想尝试去接差一点就接到。对。做 catch。哇，这一球把何志军给打出局，这样子新北市蓝队现在有人数上少1的劣势，但是还很接近。哇，人数的持续消减现在又剩下李承哲一个人的局面了，要1打3。哇，一次3颗球飞过来，哇！
不过他 solo 的经验还蛮好的，前面转播的蛮多场比赛都剩下他一个人。真的，他感觉反应超快的。对，他攻守的转换啊，然后怎么用少人去打多的，因为刚才秘书也有跟我们分享说，其实美朵在2022年协会成立的时候，他差不多就是第一批那时候加入的选手，所以他的经验是相对比较丰富的。哦，难怪。刚刚我就只是眨个眼，他已经把球都捡起来。对啊，哇，这边在讨论他有没有击中。那李承哲是示意没有，他挡下。好，那就以这样的模式去进行，还是被砸中了啊。可惜啊，可惜。哇，那这样双方局数追成2-2，那最后的这50几秒就不好说喽。对，看一下刚才他连续2颗都投完之后，没有盾牌可以 block 了。对。哇，感觉很快。对，比赛最后的18秒，宜兰感觉是全力在进攻了。对，因为他们人数现在很少，如果时间走完的话，宜兰能够拿下的话，哇，将近一个绝杀啊！最后靠着最后30秒钟，这快速的一局，把新北市蓝队给打掉了。这样靠着剩下的局数，宜兰现就以这个胜队，他们可以拿下3分积分，反而是输球的新北市，他们只能拿1分积分了。因为刚才双方的设定是要平局，这样各拿2分，结果没想到最后30秒被扫地出局了，哇！相当精彩，秒数这么短，对，非常精彩，最后5秒钟决定了这个胜利，好强，对，这就是肾上腺素，没错。所以真的美朵真的有时候球跟人那个一瞬间真的战局变化莫测。好，精彩的一场对决，我们的主场地进行这个队伍的更换跟整理，我们待会再回到第1届台湾美式躲避球锦标赛的转播现场。好，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04分，在新北市泰山体育馆持续进行比赛啊。我们今天有满满的赛程，从上午的9点40分表定会一路转播到晚间的6点，然后在明天的周日呢，同样会有比赛继续
来进行。那我们即将在场边进行热身，要上演对战的两队，是新北市的蓝队来对上台中市。对，台中市的男生队其实对荣荣来说也不陌生啊，包含你之前参加全明星的时候，有熟悉的教练，一直都是给他带这样子。没错。那当时一开始带入门的时候，你对于这项运动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我当时想说，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打一颗的对日系的左臂球，我当时打，然后看他们就是示范的时候，我就眼花。对啊，因为6颗球飞来飞去这样。对，而且前面会讲战术，就可能1、3打2，然后我就想说什么东西？对，然后第一个人吗？第3个，然后结果是有球的第一个跟有球的第3个打对面的2，而且2不是顺着我这边右边数过来，是左边数过去。所以还要有一些计算其实对。所以前面打的时候，我就是好，当时我就是假装点头 ，OK， 然后乱打乱打。那你觉得大概你是打了第几场之后，才比较能够进入状况，大家知道在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当时因为全明星那时候压力很大，然后要在2个礼拜内就是学好3个项目，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是肾上腺素，然后就让我就是马上学会，马上上场。而且我那时候在场上，我们那时候是教说有球的不是会在前面嘛？对。然后通常都是男生在前面。对。我就躲在角落，后来我就有个称号叫角落生物。角落生物哈，那你是你的这个舒适圈就对了。没错，所以我每次上场都会待在角落。待在角落 ，OK。哇，好，双方密集的攻势哦，刚才这个裁判在明察秋毫，看有没有球是有扫到球员的状况。哇哦，连续3颗球飞向角落，但是都没有砸到。好，人数持续的在消减哈，现在场上是5比3的一个状况。哇，对，新北发动攻势，哇，这一场打一个出其不意。在场上就是丢的时候会不小心会一直往上丢哈，然后就会飞很高。对。你比较喜欢做的攻击模式大概是怎么样？我喜欢。你喜欢攻击对方的哪个部位？可是我都会瞄准，所以我每次都会不小心瞄准到胸口那边，拿到就会接住。哦，真的。可是我们练习的时候都有一直要瞄准脚。瞄准脚，对，因为脚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击中的区域，对方也比较不好3个。哇，这边有一个 catch。哇哦，被跳跃闪落，再跳一个，哇！不过还是被削到了，这样形成了3比3。台中市这一次也是派男女子队都有参加，包含荣荣就是代表台中，没错，对。还有稍早也有上主播台，你的队友 Likey 也是，没错，哇，哇，被挡掉，哇，再接到再一个 catch， 好球，台中市的76号江炳勋哦，这场比赛有非常，刚刚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有2颗 catch。他也是我们以前的教练。也是教练之一。那你印象中对他
最深刻的印象，他教你什么东西要特别注意？他那时候是一直跟我们说不用紧张，不用紧张，然后就说球来的时候就闭眼睛，就是不一定会打到你。哦，真的吗？这么佛系就对了。紧张太多反而接不到。可能想先让你们放松，先享受这项运动，不要畏惧，然后再慢慢才能投入跟enjoy在里面。没错。好，这样子新北市篮队又剩下他了，每次的 solo 之王李承哲，他每次都活到最后，这也是一个本领对啊，很强，他反应真的好快。他又要以少打多了。不过看起来也是挺累的哈。对，感觉很爽。对。那双方的第一局打得比较久哦，15分钟的比赛，现在已经打了1/3了。第一局的结果还没有产生。虽然台面上是台中市2人占优啊，但梅朵的这个性质跟他有这个进攻权的问题哦，有时候人少的也不一定会有那么劣势。少打多还是有机会发生的，所以就看李承哲待会会不会上演奇迹。哇，这2球双方的，我觉得都很接近，都险些砸到对方了。很紧张。对啊。哇，他现在手上拿2颗，脚下还要控2颗。他刚刚那个斜球，对，超级没错，因为他可能哇哦，惊艳！他先用假动作把对方给骗低，再一个完成了1打2，李承哲 solo 之王，好强哦！对啊。他反应超级快，所以我现在大概知道为什么每次都是由他存活到最后，这个可能都会优先保他，因为他有这个机会会攻击，来打这个以少打多的情况。我是他队友，我也要保护他。真的好。好，那这样新北市蓝队先拿下1局。哇，差点 catch 的滑掉了，这里也是。所以真的没那么好接，真的。但练习的时候都接得到，比赛就不一样。对。那这2天的比赛呢，观众朋友可以透过中华民国美式躲避球协会的脸书粉专，以及 Hot Sports 跟动姿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来欣赏到。这2天这个别开生面的第1届台湾梅朵锦标赛，当然也要特别感谢体育署的指导还有这个运动发展基金的补助，让这个新兴的运动呢能够得到推广，让全台湾有更多朋友们来认识。包含蓉蓉他们那一届的全明星运动会也是透过这样子艺人朋友来参与体育项目，然后让这个观众可以一边欣赏这种综艺的效果，然后又有体育的精神，然后把更多的一些平常比较冷门、比较小众的运动项目给让更多人知道，这样子。对。因为蓉蓉平常跑一些演艺活动也是蛮繁忙的嘛，那你觉得参与体育活动或者是运动，对你来说平常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调剂？我觉得是抒发，因为体育就是不用讲太多话，我只要好好的表现，而且我喜欢团队合作的运动的感觉，这样子。而且每次如果就比如说有存活下来，或是有接到球，就会很有成就感，这2队的实力相当以男子组来说，他们打的节奏算是比较慢的，比赛只剩下6分钟左右，他们现在只打了第2局，
对，代表实力在伯仲之间，然后也都比较保守。哇，倒地的时候就是这个落点暴露的时候，但他还是闪过了，厉害，太强。对啊，所以前面跟这个秘书在聊的时候，他说有时候男选手在上面他们闪躲，你感觉他好像在跳舞，在跳 breaking 的感觉，而且他们都跳超高，对，要不就在地板上做这个地板动作，那非常的灵巧。好，随着35号的出局，这样子新北市的蓝队又有再拿下一局。台中要加油，加油，加油！真的，很多你熟悉的教练都现在在场上努力。教练加油！去抢那个球的时候，反应真的要非常快，因为对面就马上攻击我。你通常不会是去冲抢的那个，因为我跑步比较慢，是。我有试过一次，我马上是马上被 K 了。对。哇，密集的火网，双方不断的在交换人员呢。这一场感觉是有快起来哈，一阵炮火猛烈之后，对，一边剩4人，一边剩3人了。哇，永荣的教练被砸到了，对，教练25号有阳教练，他算是当时带你入门美朵的哦。对，而且他当时就是我们每一场训练他都有来 ，OK， 所以就是会比较熟悉你们的程度啊，进展在哪里这样子。而且我们刚刚在比赛的时候，他都会在旁边喊话，哇，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哇，1号的吴传颖也是想当角落生物，但是失败了。好，现在场上又是一个3-1的局面。台中是最后的希望是10号的许佳明。哦，自己要小心不要踩线了。刚才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是自己踩线自爆的情况出现，太可惜，真的太可惜了。哇哦！哇哦！哇！他救到了！看一下裁判怎么说。好吧，那最后裁判可能认定了那一球还是奥斗。虽然我们看着很精彩啊，我们再看一下刚才的情况，他2球送出去之后倒下，这一碰起来啊，他这一颗掉了，所以裁判认定他拿去 block 的那一颗掉的第一时间，他就是奥斗了。对，所以还是明察秋毫的，看得很准。好，那这样新北市蓝队再拿一局。基本上他们已经胜券在握了，就是把最后的1分40秒的时间走完。感觉这一局也是很快的。对。至于可能就保留一些体力，或者是可能就顺便沟通一下下一场的战术了。因为其实今天不管是像你们女子组还是男子组，这样单循环打下来，一组一个10队，一个8队，其实对于体力的消耗也是蛮大的。对啊，而且手的那个发力，因为比较多是手在动，对，然后手会很容易酸，或是如果用力过度可能会拉到。所以怎么在今天一整天的赛程做一些体力上的保留也是很重要。尤其像现在这1分
周中其实基本上对台中市来说希望已经渺茫了，对，所以就是要想办法在最后时间保留一些体力，然后尽量避免受伤出现的可能啊，对，保留战力准备下一场比赛。你可以拖时间，对，就不要再让对方再得一分就觉得。真的会不小心手痒，想去接球，或者想砸人一下这样。对，好，双方应该都有意识到最后的读秒。哇哦，最后想杀个出其不意哈！一次好多颗球。对，没错。好，这样子新北市蓝队最后以局数3-0完封了台中市，这样子他们可以获得3分积分。那败队的台中则是1分积分进账。持续加油，因为男子组10支队伍打一个单循环，最后会用积分累积的方式取前4，晋级到4强。对，所以一场输赢都还虽然很重要，但是都还有后面的场次要走，这样子。对，好，我们的主场地进行人员的更换，还有场地的整理。待会持续跟蓉蓉为观众朋友继续送上下一场比赛的奖品。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今天的比赛，这个比赛内容很精彩，在主播台的阵容也很精彩。刚才在蓉蓉讲完评完之后呢，马上换在 Likey 再继续接手。那 Likey 在稍早我们有一起聊过，然后中间有去比赛，状况怎么样？哇，我觉得刚刚有稍微看了一下大家的战术，其实我觉得有越来越好。说要牢记在心。有，我的轻松其实是有做的很好的， okay, 我有稍微更理解，就是美佐壁球可能大家应该会做什么样的战术。其实我们刚刚上一场打得比我们稍早的要好很多，只是很可惜没有赢下来了。不过没有关系，我相信大家再看一下，就是大家的比赛状况，应该会更能够打得更好。好，没错，感觉今天很有收获哦，因为同时作为场上的选手，然后站上这个主播台的时候，还可以透过第三方去观察这个大家的状况，这样子。对，这很重要，禽兽很重要。是啊，刚才也跟蓉蓉聊，就其实你们那时候一起在参加全明星，然后接触的时候。其实台中的这个教练其实那时候也带你们入门嘛，对。然后今天其实他们也作为这个男子队来出赛，然后你觉得这样平常是教练，然后这一次大家都是作为选手的身份一起在
场上努力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相较于他们，我们实力还是比较差的有点多，毕竟经验也没有他们丰富。但我觉得其实因为之前我们就很熟悉，有他们带领着我们，然后就是这样练习。那这次也是，就是在可能在事前的一些练习上面，其实也是由他带领着我们，然后一起练习，然后或者是可能一些战术的搭配，对，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好。也持续啊，就大家比赛的时候也可以透过转播，然后帮 Likey 还有刚才的蓉蓉他们所代表的台中市的女子组顺便加油一下。没错没错，大家也要加油台中市女子组，不可以加油到台北市女子组哦，台北市太强了，不用我们加油。台北市哦，这一次派出了 A、B 两队哦，哇，观察到阵容都蛮坚强的。对啊，我刚刚还有在下面，因为刚好台北市 A 队也是以前曾经有一起打过球的朋友教练，然后刚刚有稍微的揶揄他们一下。是，我们有说到，如果万一等等我们比较落后一点点，稍微放个水嘛，对不对？我们不要让比赛一面倒，这样就不好看，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喜欢好看的比赛。所以有时候这个除了比赛之外还要用这种讲一些垃圾话、心理的这种去影响对手。一定要！我觉得其实运动就是这样，蛮好玩的。没错，就大家其实虽然说场上是对手，对，但其实场下大家都是朋友。没错，好，双方的人员准备就绪，我们持续来看到是男子组的赛事。好，新北市的白队来对上桃园市。其实刚我也有在跟理事长稍微聊了一下，就因为去年我们也有就是见过面，然后也有一起打球，对啊，我们有提到说，其实办到这个比赛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是啊，需要花非常多的精力，还有时间，还有人力，甚至成本，没错，对啊，然后去因为这个运动确实是真的很新颖，对大家来说其实是很陌生的，所以真的需要大家透过大家的力量，然后把这项美式躲避球的这项运动推广出去，对。包含 Eddie 理事长，他其实在引进这项运动的时候，他也花了很多心思在做行销这一块。像他们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就有邀请，比如说像 Likey 这些的明星艺人啊，甚至是民意代表啊，都来体验这个美躲，对，然后做成一个有趣的综艺的小单元，去帮助大家用这种更有趣味的方式去了解这项运动的魅力。没错，是，对。那当然，这第一届的台湾美躲锦标赛，他们也是筹备在半年左右。那我刚刚也有跟协会的人聊到，他们说其实最难的是租借场地是因为像这种综合场地，其实他说这几年台湾的运动风气非常的盛行，大家都想要，对，不管是羽毛球也好，排球也好，其实大家都在抢场地，所以他说其实瞧来瞧去能瞧到这2天在泰山体育馆真的是蛮不容易的。真的，我们要很感恩，我们也谢谢泰山体育馆租借场地给我们使用。对，我们之前全明星运动会其实也有租借很多的，就是场地的部分，我们也是就听他们工作人员说，可能他们租借的部分也是真的很辛苦，然后需要过很多的程序。是。但我自己本身很喜欢泰山就是体育馆这个场地 ，OK， 因为都是留下美好的回忆，都是真的都是赢哇，这里是你的胜利之地，是，这也是我们的胜利之地，因为我跟蓉蓉同队，对，我跟蓉蓉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有一个朋友叫陈瑜，对，我们3个同样都是全明星运动会出来的，是，对，大家都持续把在这个全明星运动会各个项目就是学到了东西，然后累积到了经验，然后持续把这个爱好延续下去，蛮好的。这个精神啦，运动的精神。好，我们的场边刚才这个大表有一些状况，稍微等裁判确认了一下，选手也稍作暖身刚才应该是那个停表的状况出了问题。那你觉得参加全明星，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觉得我认识到更多项运动，也更认识自己。因为其实运动上面难免都会有一些情绪，对。但是我们当时的运动应该说算是比较像是密集，
然后长时间可能跟队友相处，难免会有一些摩擦，或者你会更认识到，其实面对一些你不擅长的运动，你会想逃避。那我觉得逃避这件事情，其实在人生中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难题。对。那这时候逃避当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们会练习怎么样去跨过去。我觉得从全民运动会学到了那一份勇气。会让我在生活中其实就是能够对生活有一些帮助。了解，所以确实有时候体育不只是强身健体，然后来强化自己的身心灵在人与人的配合，甚至这些人生哲学上的思考，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是，它也都是教育的一环。是，像团队合作，以前如果我们不是算运动员这样上来的话，哇，结果在我们刚刚说话的瞬间，这么突然，对，新北市白队瞬间把桃园市给杀光了。对啊，太突然了。对，没错，可能刚才因为中间停表的这个情况，大家可能节奏有被打断，所以再重新开始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很快速回复到那个比赛的状况。对，所以就有掌握度更高的新北市白队对先首开纪录了。像刚刚有提到，我觉得团队合作很重要。以前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但是我觉得透过可能像这项运动，通过一些运动，或者是透过刚刚提到的全明星运动会，那可以让我们更认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你要如何的可能永远不能都是你在投篮，我们如果以打篮球来讲，不是都是你在得分，那其实我们非常多功能、非常多角色，大家都很重要。美式躲避球也是，哇，这边做一个。从背后偷袭，从背后的偷袭，对啊，这也是一种团队合作跟默契的养成。哇，接到了！哇，这里互换人员互换。哇，1号还是出局了，他刚才吸引了好多颗的火力啊！对，他应该是主将哦。哇，这可惜了。哇，好可惜被接到了。是，哇，在捡球的过程中被打到肩膀，没错，一瞬间又变成了一个人。对。桃园面对对面满满的这个蓝衣大军啊，只能先把节奏放慢一点，对，多想一点应对之道。哇，还是被砸掉了。对啊，哇，这样看来新北市白队在本轮的较量，哇，其实很接近呢。对啊，差一点就挡到了。对，他 blocking 的节奏慢了一点点。对，球从他的头发上削过去了。对，刚刚的比赛中，其实我也有试着去 blocking，蛮多球的。但是我觉得blocking 也是真的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要眼明手快。对，要眼明手快。所以我刚刚问蓉蓉，他会不会尝试去做 blocking？ 他说他基本上不会。他还是以3多为主。3多为主。他说他做 blocking 的时候，他会想太多，对，他会怕他球被打掉，或者是没 block 好，然后手指头被先砸到。对。那或许他在思考这些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做反应了，所以他知道这是他的弱项，所以他就选择那我还是用3多的方式。像我刚刚也是，因为我刚刚都最后一个都是我，都是你，对，都是我。代表你实力比较坚强。是吗？我观察到，通常能留到最后的一个选手，通常都是比较有意识，不是因为体积比较小，比较不容易被打到，也有可能是这样，没有啦，这个开玩笑的。但我刚刚有在就提到 blocking 这件事情，我也做得很不好，因为我都是好像是假装觉得自己应该有 blocking 到，但完全都没有，我还会跟裁判 argue 说，我又挡到啊，对啊，我有挡到，没有，你没有，我的队友就告诉我说，不好意思，你没有 blocking 到的声音跟被打到漏的声音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有时候真的你们在肾上腺素发挥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只是可能手臂或者手背被插到，你自己更不会有感觉，你以为挡到了，结果没有，没有，没错。哇，接到了！对，
这里一个正面哦，直接把球抱入怀里，非常精彩的一次 catch。哇，打到了！哇，很有风度啊，打到还是稍微示意一下，对，毕竟是砸到头部，对，还是稍微示意一下。66号，对，两边的66号，66。好，再一局的展开，这里快攻，哇，翻成一个1换1，1换1。其实男子的比赛中蛮常出现这种1换1的，没错。通常都是主将跟主将去做一个交换，这样子也不能算亏还是怎么样？对啊，我会觉得对，蛮有趣的一个换命了。对啊。好，双方刚刚一轮密集的攻势之后，现在两边的节奏都慢了下来。因为场边刚这个大表啊有一些状况，所以现在应该是以人工的方式在计秒数。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到大表的时间，但应该还有一些时间。只是说桃园市要从0追到3局，难度比较高啦。对。哇，60号也觉得很可惜，被削到了，硬是想去接那一颗球，就出局了。啊，这球挡掉，对方的反击也闪掉。哇，哦，这个对角，哇，趁他做这个跑的动作，对斜插的动作的时候，哇，这个挡得很精彩耶！哇，大跳，哇，这球很杀，太厉害了吧！哇，这个选手的弹跳力，对啊，整个协调弹跳力，他的风格是属于大开大合类型的。你看他跳啊，还有砸啊，都是动作做的都很极致。这种我们都很害怕，真的好，这种选手太厉害了。哇，大跳之后。哇，哇，打到脚，对，哦，那种球其实不好闪的，对啊，腿部有时候要闪，真的也蛮难的，而且很难注意到斜角。哇！被砸出局了。哇，瞬间桃园又没人了耶！对啊。哇，所以代表新北市白的密集攻势成功率很高哎。对。5比0了，应该是我们目前转播到现在为止分差最大的一场比赛。新北市，他们女生也强，男生也强，没错。这一次男生派了白队跟蓝队哦，我刚刚转播下来胜率都蛮高的，包含刚刚来可以看到女生组的台北市的 AB 队也是这样的状况，结果输的都是我们台中市，也没有，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把他们视为大魔王，因为毕竟这项运动刚开始导入的时候，资源还是集中在双北地区啦，所以他们的平常的练球资源，包含他们的这个上手的时间、速度各方面，都确实是比其他县市要再早一点。我觉得这一次举办比赛也有个很棒的用意，就是透过这样子齐聚一堂的表现，看看现在各个县市在发展上知己知彼。那回去之后你会知道说，自己有哪一些地方可以再改进，再做加强。而且不只是球场上的表现，比如说平常私底下俱乐部的经营啊，大家如果都是工作人士，你们怎么去用一个更优化的方式，让大家平常练起来更轻松，然后推广，我觉得这都是办这场比赛，然后各县市的代表队可以做交流一个
我觉得是超越胜负之外的一个收获。是，像如果我觉得这样的比赛就很好，就可以一年一度，然后把大家可能像从事这项运动，可能推广人员也好，工作人员也好，然后大家聚集起来，互相讨论交流，然后优化。对，我觉得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包含像荣荣啦、像 Likey 啦，你们这种比较有公众影响力的，也可以，比如说发贴图啦、发文啦，让大家更了解，对不对？多参与，让大家更了解。是。但因为我们也真的都很喜欢运动，也希望看到台湾的体育，不管是任何一种运动，都希望它更好。对的。相信哥应该也是吧？已经从事主播的工作。哇，这里 catch 到，哇，精彩！哇，打到脚。他虽然 catch 完之后自己被砸到，但是把自己牺牲掉，召唤队友回场，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换命方式。我有发现，其实角落的人都很悠哉。你有发现这个1号好像在那边蛮悠哉的？对，他就想躲在那边。对啊，好像都不太会。但确实在场上，好像我们都会比较去看前面的人，就是比较角落类的。角落那里的人可能就真的会比较不特别，对，除非只剩下他了，不然因为以这个投掷的方式，你要很精准的投在角落，你会觉得好像比较没那么好砸，真的不容易。对，你会选择砸中间的人。当然，角落你也要有自己的风险，因为你躲在很边边角角，你可能只有一个方向可以做闪避了。对，哇，一转眼间，没错，新北市白队又歼灭了对手，扩大领先哦，已经到6-0了。那我相信大表的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然后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持续会进行的是男子组的台北市对上台中市。哎呀，差一点。对，跟刚才情况有点像。2号选手他用一个高跪姿的方式去做 catch， 但这一次没有接到，不好接，掌握度不太好，因为那个球太软。对，不是他技术不好，是他真的。好，我们场边给出了最后的秒数哈，还剩下50秒左右。对，当然这场比赛的总局数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那大家最后就把这50几秒走完。持续的互砸，对啊，现在进入一个没有章法的这个互砸阶段了。其实球这样一直飞来飞去，站在场内其实就是蛮可怕的。对，还有这个网子，这网子也是这个协会重金购入啊，然后特别在这场比赛布置出来的。不然大家看请球捡到非常的辛苦。而且如果我是观众，没有这个网子，我在旁边我也不敢站在后面，我不敢滑手机了，太危险了。有滑手机也还是有可能会被砸到，球速太快了，大家。对，没错。好，那这场比赛最后结束了，由新北市白队拿下了这个大分差的胜利。那我们进行场地的整理，待会回来持续看到是台北市以及台中市男子组的对决，稍后回来。
好，男子组的对决，双方现在在进行热身哈，待会会看到台北市对上台中市，两支队伍也是在美式躲避球算是资源都相对比较好的队伍。台北市的男女队就不用讲了，都派了复数的队伍来参加。对，那台中呢，其实也很努力，男队，然后包含女队 Nike 跟对荣荣所在的女队也都来出赛这样子。你说这个泰山体育馆对你来说是福地，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边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我之前曾经在这边，我们那个时候我跟另外一个选手也叫陈宇，那他也是台中队，今天跟我们一起参赛出赛。那时候我们比的是比羽球双打，对。然后我们其实对这项目很没有把握，因为对手很厉害。OK， 对手是可以讲对手名字吗？可以啊，没问题。对手是 Yuri， 然后跟小豹叶思雨。OK，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比较没有信心一点，因为对手其实蛮强的。然后加上我跟陈宇的搭配一直都没有到一个很 match。OK， 结果比赛当天，我们突然比赛型选手对突然大爆发，然后表现的蛮好的，然后后来赢下了比赛。然后那一天很顺利，是因为我们连赢3场。连赢3场。对，我们直落3。对，直落3，然后我们就比3场，然后直落3，然后那个时候又接近总冠军赛，哇！所以我们就整个士气大提升，哇塞！对，所以有时候比赛啊，我们都说运动场上虽然羽毛球不是圆形的啦，但这个形容就球是圆的，真的不打不知道这样子。真的哇！所以我感觉参加了全明星之后，其实对你们很多项目的提升其实是蛮。它影响到的不只是体育上面的发挥，包含很多心灵层面的东西是成长哈。对，而且真的会更认识自己。像我以前就是个性比较急，从运动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可能就是会第一个冲出去，然后想丢球把别人一球就丢死的那种人。但透过了全明星运动会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锻炼，我们会知道其实在运动场上用脑袋打球很重要。我以前比较偏向于那种臭直男，有没有？就是横冲直撞的，直来直往这样子。对，直来直往的，然后比较没有去思考，有些方式其实也可以达到目的。对，那我觉得这也可以透过运用在可能像人生啊，或者是一些生活上。那你觉得在参与全明星的过程中，不管是跟队友还是对手，甚至是你们的领队，还有可不可以跟我们来可以分享一个哪一位对你的影响，你觉得至今到现在，或者未来的人生都还受用的？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选钱姐吧。钱姐对我来说，还是钱姐。钱姐，我觉得她真的每次听她讲话都好鼓舞人心哦，很有智慧。对，就是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想，然后就觉得哇，她讲的非常非常有道理。因为大家可能私底下认识的钱姐，大家可能台面上看到认识的钱姐，可能就是比较偏向于，因为是教练嘛，对，她可能会比较给别人的气场会比较凶一点，是对，然后会比较严肃一点。但其实钱姐私底下她是一个很暖心的一位领队，她可能都会平常照顾我们，可能一些像生活上的一些细节啊，或者是一些可能运动场上的心情，就是我们很常会输。就是因为我们前期可能比赛表现的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一直输掉比赛，那他就可能会就是照顾到我们的心灵层面。那我觉得这对我们在像生活或是像运动场上，其实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对。钱姐包含以前我在跑UBA 的时候啊，也是有跟她带领的北师大女篮有过几次采访。哇，每次去钱姐他们那边，她真的好嗨，她都会带头带情绪带气氛啊，然后跳那种山歌，对啊，非常的兴奋。这边想特别提一下，我们那时候在练球，其实钱姐会觉得练习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宝贵，因为可能我们有时候就是租借场地，对，2个小时，钱姐会自己。因为钱姐的脚是有开过刀，膝盖是有受过伤，她会自己可能蹲下去帮我们捡球这件事情，我们就会觉得哇，钱姐不用，对，但她还是会很坚持的去这样做，所以我们就会觉得钱姐其实是一个真的非常让人尊敬的一个大人物。没错。哇，一转眼，台北市只剩下1名将士了哈，这一名也刚好是我们的理事长。是吗？对，理事长 Eddie， 没错。哇，理事长的球速也是很快，对，很可怕。
你看他一个人还是老神在在的哈，好像要用气势去压过对面的人的感觉。好 ，blocking 来找机会。有听到他队友跟他说冷静冷静。对，我在场上其实也蛮不受控，你说你比较冲啊？对，我那个肾上腺素一来，我也是不太冷静。哇 ，Ali 还是被打出局了，很可惜啊。好，这样台中市先拿下一局。哇，这里好击中他的右肩。其实 blocking 真的，我还是要再讲一下，真的很不容易。没错。应该是有人先偷跑。偷跑，所以裁判示意，对，重来。好，冲抢，回传，启动线，直接发动攻势。我刚刚就是看转播，然后我有去学了一下，在场上的时候我有用了一下，用就是膝盖滑垒的方式，然后去闪躲，非常的有效，完全没有被打中。但是它就是有点像是运气啦。对，因为有时候如果万一别人的球瞄得很不准，然后刚好他打偏，然后你也刚好自己去移到那个方向，就蛮可惜的。对，我刚才在转播过程中，当然我在注意这个转播场，但是我有听到你们在另外一场比赛的时候。旁边的人一直在喊 Likey 加油，喊很大声。我想到那时候应该是你们在这个激战的时候。是，在激战的时候，我刚好又剩下最后一个了。哦，刚才有这样的状况。对，蛮长的，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体积比较小，比较不容易被打到。啊，一个换一个吗？对。哇，那台北市这一局就发挥水准了。在人数非常占优的情况下，扳回了一局。我刚刚还有想到，像日本的选手跟香港的选手，他们是特别搭飞机过来比赛的吗？应该是。这次也是哈，这个在体育署运动发展基金的补助下，然后得以让这样子的第一届台湾美式躲避球锦标赛办。那当然以协会的立场他也是希望更国际化一点，所以这次也是这样子交流之下，邀请到香港，邀请到日本的队伍来参加。刚好可以让台湾的选手了解一下现在国际上面的程度跟这个文化是怎么样。我觉得这种交流对于杯赛来说意义是很大的。对。像我们刚刚有跟香港的选手聊一下吗？女选手对，有稍微的简单的聊一下。我们觉得他们很有礼貌，是，而且他们实力也很坚强，对，他们节奏打得非常非常的快。我觉得其实真的各队会有一种不同的球风。对，像一开始对到桃园市女生，他们就很会接球，以3夺为主。然后刚刚对到的香港的女生，他们就是攻击的节奏非常非常的快，非常非常的明确，而且他们丢得很准。但他们都很有礼貌，可能不小心丢到你的，可能像头部以上，他们会跟你道歉。是，对，我觉得各队都有各队的球风。说，因为在这个我们台湾叫做美式躲避球，而在香港呢，他们叫做闪避球啊。叫做闪避球，没错，对。所以他们其实在这项运动的导入其实是比台湾要早的。对，所以像 Ali 还有讲到，他当时引进的契机也是因为他在香港，然后有参与了这项运动。对，所以当时一定也是有借助香港方的帮忙啊，然后包含一些流程、规章各方面，然后把一些相关的器材跟这种规定导入到台湾，没错。所以我觉得第一届，然后有邀请来参与，那香港绝对是最合适的对象之一，没错。刚好来比赛，然后顺便观光一下，很好。对啊，也蛮好的，认识一下我们台湾也蛮好的。而且现在这个天气对他们来说应该是蛮舒服的，这2天刚好天气都很好。对，这2天刚好，我们也希望继续保持下去。对，我们也都希望继续保持下去。虽然说每朵是在室内比赛，对室外环境相对来说影响没那么大，但是对于选手通勤来讲啦，或者观众朋友要亲临现场，好天气我觉得都会让大家在从事上面更顺畅。是。那这2天在
我们的泰山体育馆也是免费入场，所以如果您透过转播，然后对于这项运动很感兴趣，或者是想来现场看 Lucky、看蓉蓉的表现，然后跟他们的合照一下呢，也都欢迎来到我们的泰山体育馆。没错，欢迎大家，就是如果有闲之余的话，可以来这边走走，看看。对啊，也可以顺便来这附近运动，也都蛮好的。哇，台中的最后一名选手努力的在存活下去。现在是2打1。对。哇，翁代莲代表台中市，努力的生存，手上没有，对，手上没有筹码了，哇！哎，他示意啊，打到了，还是打到了，对，2比1。看一下，刚才他2球砸完哈，手上已经没有筹码了，在这一拍他可能觉得是先砸地了啊，对，然后再反弹。但我们还是依照现场裁判，对，依照现场裁判为主。跟主播分享一个，有一次我自己剩1个人的时候，对面是4个人，4球。都砸不中我，都砸不中。对，我那个时候用一个很酷的战术，不是我那天想说，因为4球其实被打到几率太高了，没错。我觉得如果大家4球同时出，或是不同时，那都太难闪躲。对，然后加上我手上没有任何球，所以我就从左边的底线跑到右边的底线，用最快速的方式这样冲过去，刚好都没有被打中。所以是一个快速的横移，这样。对，我是快速的横移的方式，就是用类似也是像滑的这样过去，但蛮好的，成效蛮好的，因为毕竟几率这样好像会比较大一点点。那一局最后的结果呢？还是输了，但是我至少有闪过1、2次，还不止1次哦，好像是1、2次大家联合发动攻击，那就是你的高光时刻了。对，我的高光时刻。但最后如果把它赢下，应该会更高光一点。那当然，对。持续的混战，对啊，而且其实站在场内啊，我每次都觉得每一个出手的人都想丢我，我不知道其他场内的选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可我觉得你这个心态设定是好的，就是随时要把握，随时要做好，就是每个人都在攻击你的这个准备，没错没错。而且要这样一次看3个或看4个，我觉得很累，但其实都不知道丢我。没错，所以这个注意力也是要很集中。台中背号25号的徐友阳，也是带 Lucky 跟蓉蓉入门的教练哈。对。当时教你们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教？一开始的话，其实就是先让我们敢接球。我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可怕，因为他们是一群教练，然后在丢球，你要接，但一开始你不知道泡棉球的大小啊，或者是它会不会痛。对，然后我们会去闪躲，会怕说哇丢到头应该会很痛。结果后来发现，被丢到几次之后，其实没有这么痛。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开始敢接球了。对，然后蹲低吧，因为一开始我们对于蹲低的这个概念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会习惯，因为单球。国小在玩的那种，一般就是左右闪避，然后跳，我们会觉得好像比较不会被打到，但其实没有，其实蹲下来会比较好去做一个防守的动作，而且它比较不一样是，它会希望你把球是抱起来的方式，因为你要不要让球被弹出去，对，因为那个球泡棉球其实很容易就弹走，对。然后主要的话还是练默契吧，那个时候教练就会跟着，哇，他报到了，就像这样报到了，对，报到了就不一样了。看一下刚才裁判，2位裁判有一些意见上的不同，所以他们现在上来，我们看一下刚才友阳教练，他可能是在看上面那颗球有没有削到吗？哇，这颗球虽然是直接送到他怀里，对，然后直接就抱起来了，直觉性反应就抱起来了。哇，对，所以确定1位选手，对，确定是算的，是好。
有默契也真的很重要，默契也是我们当时花最久时间去练习的。因为队上总是会有一些比较理性，跟一些比较不理性，在运动场上，对我是属于比较不理性的那一派。对我们那个出球时机，可能大家就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就会造成别人的困扰了。那整个队伍里，你跟哪一位你觉得默契是最好的？你说在你的队伍里面？在我们全明星的队伍里面，我觉得，因为我们当时是男女去做混合，我们当时是跟黄宏轩，应该是我觉得跟他频率最对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属于比较冲的，比较不理性派，而且我们一打起来就会有点听不太进去别人的声音，所以秦姐比较容易上头。对，所以秦姐很常会说耳朵要打开，耳朵要打开。秦姐讲那么大声，我们可能还是会活在自己的世界，进入到自己的这个状况里面了。我记得有一次很好笑，就是我每次在进行美式躲避球练习，然后那时候旁边会有人帮忙拍一些照片，我们看照片我们就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同时一起丢到了一个人，然后我们一起比着他，然后我们一起站在中线比着他，我觉得他出局了，他出局了。这张照片其实显现出，首先第一，我们每次丢完球都不回来，因为我们就是上头了。对。第二，我们很喜欢去自己当裁判，就是这有啊，这有啊，我们就觉得那个照片很有趣，对。哇，精彩的2对2哦！双方不断的在进攻完之后瞄准对方的另外一名球员，对，不断这样交错做时间差，哇，蛮精彩的最后的读秒时刻。但我们还是要恭喜台北市啊，以2-1一局的些微优势战胜了台中。他们持续在拿下积分的进账，胜队可以获得3分，败队也有1分。哇，这样一整天下来哈，其实也是蛮辛苦的。是，对，但也很有趣啊，就是很难得的一个日子。对，非常难得，就排得满一点，让大家打得过瘾，玩得尽兴。没错，玩得尽兴。好，那我们的第一场地进行球队的更换，还有场地的整理。待会持续跟我们的球评 Likey， 还有我董俊桥为大家带来剩余赛事的转播奖评服。
好，一场好的体育赛事也少不了这个 sponsor 的伙伴。刚才的形象宣传片也是要感谢这一次有台湾众兴实业、九路兴业、记忆力运动还有宝矿力的大力赞助哦，让第一届台湾美式躲避球锦标赛能够顺利的举行。好，女子组预赛我们持续看到是新北市，然后要来对决台北市的队伍。又是一个双北大战，持续让 Likey 做一些情搜。对，其实我不想走，不想离开，想看一下，明天的对手或是接下来的对手，他们应该会怎么样出招呢？你有没有设定在本届赛会大概就过往有交手过，或者是有认识过，然后特别想在这次的赛会切磋的人员？有一个叫做台北市 A 的 A 队，台北市 A 队有一个叫 Modi，对，他很厉害。他也是之前算是有一起比赛过，对。然后我们刚刚也有私底下，因为他刚刚也有蛮多颗就是精彩的好球，OK。然后我就刚刚提到说，我刚刚在场上看到你，哇，很厉害等等，如果遇到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我们就是大家，如果我们有提到，我们大家如果场上都剩最后一个，然后都是我们两个，那我们就是用非惯用手，然后比比看。OK， 大家都用非惯用手来对决，我们就对决一颗。OK， 对，对决一颗。好，那你觉得 Molly 他厉害的点是？他厉害的点是，首先第一，他的观念很好。观念好。他在于他们很敢出手，我觉得台北市的球队的球风，台北市 A 队的球风，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敢出手。像通常我们会看到，像可能现在4颗球，他们不会全出，他们可能会至少留1颗。可他们是如果有机会，他们会全出。对，他们是很敢的去出球的。那这表示说，这样也增加了攻击的机会嘛。对。那表示他们对他们自己的防守能力也有一定的信心。没错。所以像 Modi 或者台北市 A 队，他们就是这样的球风。了解。对，然后节奏打得也很快。对啊，因为如果他们比较敢一次投多一点球出去，整个球风看起来就是大开大合。对。台北市也是兵强马壮男女队都是派2支。我们现在看到是 B 队。现在一转眼，场上又剩下2个人。对。但这次好像是台北市 B 队。B 队这一组是 B 队。新北现在有5位选手在场上。而且这边跟哥分享一下，就原本我打的是中间的位置。你打中间位。对，原本，但今天很突然的被叫到侧翼去。对， OK。好像是因为你个人比较喜欢。其实我应该是说侧翼可能出局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我比较希望留在场上留久一点。对，但是其实中间也很容易就被打出去。是啊，因为中间就是没有球保护。对，而且目标感觉比较清楚一点，对，比较不会一直可能移动，让大家会比较好去锁定那个目标。真的，我觉得随着这个队内大家彼此的了解程度提升也会把成员们派去他不管他的风格、他的特质最适合的位置。其实站位上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是，他们也是有一些战术或者是一些适合的相关人选才可以站在那边。我通常发现能打侧翼的都蛮厉害的呢。真的吗？我好像等一下也是打侧翼。好，期待你的表现。大家去看歌怎么样？看着我表现，我会回去好好听的。结果第一个就出局。好，现在场上还剩下3对2的机会。好，现在削减成3打1。好，北市 B 队剩下1名选手。哇面对密集的炮火，又要挡又要闪。哇，事情真的很多。对啊，球还不能掉。像我刚刚有一球很可惜，就是挡住了，但球被打掉了。就是我刚刚提到，我的手比较小一点点，所以会抓不太住那个球。是。像其实我觉得我在丢棒球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困扰，手太小了。手太小。跟男生比起来的话。可我看你每次投9宫格，还是蛮生猛的那个感觉。习惯了。哇，打中了！现在是1对1很精彩。不慌不忙非常有气势。
捡了3颗球。哇，他选择用蹲的来抗拒他，哎，把自己缩到最小，对，哎，当然是蹲到角落的方式。他选择一个静态的模式去跟他对抗。好，继续蹲。哇，对，刚好他算准了他蹲下来的那个时间进行出手。对，好可惜。没错，刚才把他的这个右肩给削到了哈。我们再看一下刚才，哇，这个蹲低准备接到了。没错没错。好，这样子就会由新北啊先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哇哦，这球差点命中，闪掉了。好，继续做假动作的 fake。双方现在都还打得比较保守，没有这个大范围的区前去做进攻的动作出现，都还在做讨论。好，这边新北要发动了吗？3颗球的时间差，4颗球的时间差出去，收获是有成效的哦。哇，这边2颗命中率很高啊，2颗球把对方的2人给打出去。好，那在同时呢，我们场边的主播台也进行人员的换人，因为刚才的 Likey 哦，他要准备去下一场赛事。那现在为您请到的呢，是我们的理事长 Eddie。哇 ，Eddie 刚才也转播了你好多场比赛，是吗？对，大家觉得？我觉得你很杀哎，在场上很杀是吧？很杀，大杀四方。对，尤其是你这个还剩下你的时候，可是对方如果还剩2到3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是你的气势没有落掉，你还是有那个要把他们全部干掉的那个。没错没错，就是每次躲避球其实蛮靠的是这个气势跟压迫感。对，气势就是他其实，在比赛当中，如果你可以利用这个压迫感哦，就是让对方觉得你随时要攻击、蓄势待发的感觉，其实就可以有效的降低他们的命中率。是，对。哇，不过今天我觉得考验很大的一点，就是因为今天的赛程其实蛮满的。是，你看你们男生10队要打单循环，对。那你觉得这样打下来，目前自己的体能状况？我体能状况还 OK， 都还 OK。对，都还 OK。虽然就是15分钟连续不停表、很密集的比赛，确实是很考验体能。不过其实James刚刚应该有看到，我们在场上是忽快忽慢的，这个节奏，对，我们应该要把对方的节奏带在我们这边，那我就可以蛮游刃有余去做每一次的攻击。了解。对。哇，很快1局结束了哈。那这次其实协会要办比赛不容易，当然也要特别感谢这个体育署的运动发展基金的补助，是的。然后还有我们这么多台湾重型实业、9路兴业、激励运动、宝矿力这些 sponsor 大力的支持，才可以让你们这6个月的努力，然后最终可以有一个很圆满的结果。这样确实是，因为在推广一个新兴运动，确实比较不容易，所以相当需要社会的各种资源。对，不管是这个任何资源都可以，我们都很希望可以加入我们一起，让更多人认识这个运动。因为其实协会在成员都还蛮年轻的，我觉得你们在行销上也做了很多新的尝试。那马上就要进入到12年，也2025也是个新的开始，可不可以跟这个美朵的爱好者们预告一下2025协会这边有哪一些
目标跟这个期许？当然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个各县市的代表队已经陆续成型了，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慢慢组成这个所谓的国家代表队。国家代表对，然后我们去参与这个可能下一次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我没记错，应该是在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对，以我们台湾集合所有队伍的强权精英代表，然后我们出去看看，以我们现在的水准可以跟人家比拼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样子。对，而且据我所知，现在东南亚国家在梅朵这一块的从事的人口非常多，对不对？对，东南亚，尤其亚洲地区，最近越来越流行了。对，虽然它叫美式躲避球嘛，起源于英国。对，那在欧美地区确实是非常盛行，但亚洲这几年因为有亚洲协会 DBFA 的关系，对，所以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在推广，在进行。好，我们也期待在这个大家的投入之下，我们未来可以看到梅朵这个文化在台湾的体育圈能见度越来越高。是。新北市也是蛮厉害的哦，对，拿下了3局了，是我们上次这个交流赛的冠军哦。是的，是非常在女子组非常强权。对。他们男女我观察到也蛮厉害，当然你们台北代表也是男女都很厉害啦。对，而且我觉得那个秘书长所在的这个 A 队哦，对，我觉得很厉害呢。他是对我们重点培养的女选手之一。女选手我发现他在场上当 caller 啊，一些判断处理啊，哇，那个成熟度有出来。对，所以确实是我觉得这个运动很棒的是，它可以训练我们的不管是领导能力啊，或者是沟通协调能力。对，它是可以从这个运动学习到很多的。漂亮的防守。我们其实打美式躲避球的成员，这个背景都非常多元。对，我发其实很多专项运动，打排球的，对 ，Gino 或者是像 Likey 他们是原本打棒垒的，是的，其实大家都很不一样的出身，或是都有各种不一样的职业。像我们在场上新北市有好几位老师，老师对，这个小学老师，然后有护士、护理师，哇。好，大表时间还剩下2分50秒左右。这个时候新北市应该要稳稳的打，对，他们在人数上跟局数上都是绝对的领先。是的，反而是台北市 B 应该要急起直追了。剩下最后一位，对，哇，全出的希望，看起来是接球没有效，接球有效，效果1人，哇，价值连成了1球，没错，看一下刚刚的慢动作，跪下来，瞬间，这是第一球，可惜没有看到，对，看起来有机会可以逆转胜 ，blocking。有的时候接到1球，这个气势就完全对，没错。我发现接球，因为此消彼长，哇，那个气势真的会转换。是的。刚好现在剩下的2位选手都站在左右门神，是把位置拉得很开。对，哇，这个漂亮的被烧到了。是的，又剩下他，再接一个吗？哎呀，这个体力也透支了。对，这次闪避没办法了。这个
闪得了第一颗，闪不了第二颗啊。所以他们通常在攻击的时候也相当有策略，就是某一个球员会先做第一拍的攻击，对。那第二个球员等到他已经就定位，没办法再移动的时候再补上。对，通常是倒地或在空中的时候，对，再做个时间差攻击。是的，是的。那 Andy 觉得在站位上，通常左右两边的侧翼跟中间的选手在特性上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我发现左右两边的攻击欲望好像特别强。没错，其实我们特别有安排在左右两边，就像你刚刚说的门神，他的这个杀伤力或者是压迫感应该是要是最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站在角落，他的视野是全面的。对。但如果我在中间，他的球可能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对，所以我们人的眼睛没有办法打开来看，他就容易被出局，容易被击中。所以当两侧的选手压迫感一强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有效的这个让对方的攻势没有这么顺畅。是，难怪刚刚观察到，不管是男队或女队，哇，左右两边的通常存活下来的都会是。好像左右两边的选手存活率比较高一点，对，没错，甚至有一些都可以完成1打多的逆转。对。好，那这场精彩的比赛结束之后啊，我们的第一场地要进行人员的更换还有整理。待会呢，持续锁定我们的中华民国美式躲避球协会脸书粉专有直播，当然还有 YouTube 频道的 Hot Sports 跟动之 Sports 都会带来我们第一届台湾美躲锦标赛。精彩的赛事，马上我们的男女预赛越走到后面啊，这个紧张的时刻就越多，因为大家的积分已经开始慢慢被拉开了。好，观众朋友们，待会儿回来。好，时间来到下午的3点24分，持续进行的女子组预赛，我们单循环马上要进行的是台中市对上台北市 B 队台中市包含里面的2名成员Likey 56号，还有刚才的蓉谢于蓉选手，这2位都是当时全明星运动会的成员。这次也在这个协会贴心的安排下，坐上了主播台，从更多的面向来跟我们分享他们是怎么看待美朵的热血，我觉得很有趣的安排。是，对，我们其实很希望透过这个各方
的代表，就是有不同程度的曝光了。那当然，他们之前的表现也是令人印象深刻，所以一定会很棒。迪卡侬，对，在开场。嗯哼。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场外哦，还有25号，也是这个男子组的选手哦，有杨教练哦，他也是当时 Likey 跟荣荣他们等于是美朵启蒙的教练，是。对台中男女这样一起来出赛，大家也都是在自己比赛之余互相帮忙跟加油，没错啊。1、2、3，来做出手同步攻击。其实美式躲避球的同步攻击是重要，对，就像散弹枪一样，同时往身上招呼，其实是根本没有办法去做防守。这样子，台中一瞬间只剩下3位选手了，2位，对，2位又削减了1位。我们看一下剩下111的严叶英。还有56号赖冠云 Likey， 漂亮的防守 ，Likey 蛮多这个膝盖滑垒，他刚刚有特别跟我炫耀一下，对他这一次带护膝，然后做这种膝盖滑垒的闪躲，哇哦，哎呀，还是击中他了，连上2颗，可是第3颗没有逃过，尽力了。选手发现我们打美式躲避球的球员的颜值都很高，很高哎，对。正想说哈，对，可能是这个越打新兴运动，对新运动，大家这个参与的的年轻人特别多，是，所以大家欢迎来打美式躲避球，可以这个交到很多很棒的朋友。好，第1局由台北市 B 队拿下。举手示意，哇，这样有效攻击哦！瞬间把台北市 B 队2人带走。哦，这次密集的活网友 Likey 的左手投掷还是厉害，非常有这个杀伤力。当这个9宫格在投，对，尤其特别是左手的球是特别难。没错，因为像很多运动一样，大家大部分都是对决右手选手，忽然给你来个左撇子，对，他整个套路跟习性哦，就会打乱你平常的节奏。没错。接杀出局，漂亮，李峰接到了一个红球球，但是已经满员了，2点的9分球。好，这一局台中非常有机会啊，希望他们能够把握住扳平局数的机会。3位选手趋前，先丢1球，另外2个是假的。通常我们在教水球的时候啊，会发现当其中一方要做势攻击的时候，其实防守方如果你可以把球拿起来去做一个这个假装攻击、佯攻的动作，其实可以有效让对方没有这么好的准备。没错。又是接到1颗，哇，这一场是接球达人啊！66号的于芳，其实每朵要接球真的不容易。没错，因为他的球速其实不要看这样子，有时候最快可以来到100多。
包括他的回弹性啊、正直地啊，真的是没有那么好接。对，需要一点运气。这个快攻打击，没错，成功了。Nike 很兴奋啊，完成了绝杀。对，他刚才跟我分享在全明星，他很喜欢就是丢到人之后，然后还要去指说他丢到，再去挑衅一下他。他的习惯，对，你看又来了，刚才这个确定有出局，自己很振奋啊。是，打美式躲避球的这个成就感是非常大的。好，局数扳成1比，剩下9分钟左右的时间，还有悬念。你看在巡全台这样子，不断的跟各个地方县市合作交流，通常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你们大部分的活动大概发生在小北，但怎么跟南部或中部的这种美朵爱好者来做交流，或者是要举办一些赛事？对，我们之前其实还没有正式全国赛之前，我们会办很多的业余交流赛。对，那现在比较多是我们球员有时候经常到出差或者是旅游到台湾各地的时候，去加入当地的这个协会一起练球，对，一起交流这样子。目前比较多是这样。因为刚才小池上来的时候，他也有分享，在月底是在高雄，是不是有那个对赛事，可以跟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好的，这个明确日期我可能要确认一下 ，OK， 或者是大家自己上我们协会这个 SBO 协会的粉丝专页可以看到高雄的日期。那 anyway 去高雄的现在负责跟伙伴在当地去做推广，开新手村。开心，对，没错，因为刚才我有稍微看一下那个，因为我们转播都会有这个朋友可以互动，是，然后就有人留言说，他看了之后他觉得很有趣，他想体验，是，想说顺便帮我问一下这个渠道，如果新手的朋友看了今天2天的转播，觉得美朵很有兴趣，想体验，他们有一个可以开始的地方。对，欢迎敲碗，还是欢迎私讯我们的粉丝专页接杀球，再回击。如果观众朋友对我们这个美式足球有兴趣的话，其实很欢迎大家可以就是号召自己的3、5好友，找几个朋友，然后在我们的粉丝专页私讯或是留言，我们都会安排这个教练前往你的当地，然后带着你到一起来体验。其实，在美朵的城市，其实也蛮只要人找够，对，然后有一个良好的场地，其实我们也只需要球就好。不会像很多运动哇，需要护具啊、用具啊，那个门槛很高。是。尤其在我们协会推广，不管是这个在台湾各地，只要你有场地，你有朋友想要去讲课，你只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都会带你球具跟一些器材设备去教大家打球。哇 ，Nike 还想再去挑战接球，有时候接球会上瘾，真的，因为那个，我觉得就是一种高报酬、高风险和高报酬，你会上，你会想再去挑战。没错，是一个赌博心态，没错。那个成功率啊，成功的话就很爽，对，打1换1。不知不觉，只剩2位选手要坚持住，接上出局。那只剩下7号了，千惠。接杀，他被接杀出局，再见接杀，没错，这个没办法，自己也只能笑一笑。这一球小池好，对，给我们的协会秘书扎扎实实的收进袋子。而且我觉得协会的也都厉害了，不只是在协会的运作上，在球场上也都是一把好手。是的。
其实这个运动很神奇的是，就是即便你平常没有这么擅长的运动，不过因为它是非常讲究协调性的一个运动嘛，所以其实大家只要肯花时间，然后一起这个来练丢球、练闪躲，其实你很快就可以上手。真的，任何运动都是没有奇迹，只有累积哦。其实这样子run下去，即便可能像新手小白的朋友，他可能或许没有这么多球类的基础，但是只要来体验之后，然后掌握到每朵的基本观念，然后把我们说这个4大基本动作丢接挡闪做好，我觉得其实他都是可以从中获得成就感。没错。那特别的是，我觉得这一次不只是我们台湾各个县市代表队，也邀请到了日本跟香港。对，特别是香港，之前 Abby 其实对美朵的这个很多的资料跟讯息也都是从香港那边接触到。怎么这次会跟这两支球队接触，然后最后成功邀请到他们来的状况，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OK， 因为其实香港就是我的启蒙地，我其实是在香港学习美式躲避球。对，那现在这个我2位当初教我打球的好兄弟，现在都是香港的这个执行总监，就是他们是协会负责教练跟就是带这些新球员的。对，所以他们其实非常挺我。当他们知道我要办这个第1届的台湾，二话不说，我一定要来，号召他们所有最好的球员都来到台湾跟我们交流。对，我其实相当感谢我的香港好兄弟们。而且刚刚 Likey 有提到，包含他在跟这个香港女子队，他们实力很坚强之外，非常有礼貌。有时候打到一些比较可能像头啊或者一些部位，他们马上都会立刻示意这样子。是的。其实我觉得美式躲避球真的是一个非常君子风度的运动，就是它只是在场上厮杀的再激烈，其实球场下我们都是好朋友，所以不小心打到脸，我们都要赶快道歉一下，不会没有关系，我们下一局再来。那日本呢？日本比较特别是这个日本这一队是来自于福冈，对福冈的这个朋友们，他们其实是在日本第一批这个接触美朵的球员们。OK， 对，那因为日本呢，他们其实非常盛行的就是他们的日式对传统，我们看弹屏的那一种，就是他们对全日本非常的几百支球队在参与这个运动，几乎是国民运动。是，所以他们其实就我所知也是当初一群 ABC 把这个运动带回日本。OK， 对，然后开始不容易，你要在这种日式躲避球，然后推广美式的东西，非常对，我可以想象那个难度，比我们更困难。对。所以我相信有了香港跟日本这个男女都有派队来参加，也确实让我们第1届台湾美朵锦标赛真的增添了国际化，也增色了不少。是的。哇，这个看东击西很精彩。场上是一个4对2的情况。就要打 Likey 了，看起来相当的威胁性。对啊，先把最麻烦的选手给解决掉。好，3人进行沟通。哇，3颗球都瞄准左方的门神，但没中这个。漂亮的防守。哇，空中 blocking。4打1。对，要注意一下时间哦，还剩下45秒。台中市这一局是有机会拿下的，如果他们能够顺利把局数扳成2比2，那就是双方各拿2分积分。台北是要打慢。对。时间剩下25秒，紧张刺激。我们看到台中怎么应对哦，他们场上还有4个人，但是人多球不多也没有用啊。哇哦，一个左手攻击，对，
没有成功，再来一个，还是没有成功。5秒接上，哎呀，没有追上去就打没有时间了。狂爱再来，持续追击。哇，没球，对，因为现在球全都在台北市 B 队的场域，哇，那他们最后就靠着单枪匹马的防守哦，还是把这个2-1的领先给守住了。是的，对，那胜队可以带着3分积分离场，败队也有1分积分。好，精彩的一场较量。我发现，不管是场上的球员还是旁边的这个捡球员，其实大家都还蛮乐在其中的。是的，是的，大家都是一心的。是。好，赢球之后非常开心的台北市 B 队。好，那我们的第一场地来进行人员的更换还有整理，我们待会回来再看到下一场比赛。好，再回到我们比赛的现场。今天多元直播可以透过中华民国美式躲避球协会的 Facebook Page 脸书粉专，您可以收看到。那透过 YouTube 的朋友呢，也可以透过 Hot Sports 跟动资 Sports 来欣赏。那我们都有留言区哦，所以如果您对于美躲的这个规则啦、文化啦，或者想去哪里体验啦，也欢迎观众朋友多多留言呢，我们都会有小编来为您服务。那下一场比赛会看到是桃园市来对上台北市 A 队。A 队都厉害了，包含阵中的23号陈品瑜哦，也是协会的秘书长。是，还有3号的徐巧凤跟30号的林岱君，其实都是打我们台湾传统的日式躲避球长大的选手。对，所以在这个经验上面是非常丰富。是。
好，我们来看桃园市对台北市 A 队的较量。台北 A 队真的是一支劲旅啊。这两队每个星期日都会一起练球，对，所以最熟悉彼此了。哎呀，漂亮的攻击！哇，品瑜没注意，品瑜被我们16号桃园美式足球协会的秘书长崇慧，一个斜眼攻击，对，斜眼攻击给打掉。他刚刚被击中的时候，也自己有点出乎意料哈。从他那个下场的肢体动作来看，不知道从哪里飞过来。对，没错。哇，桃园现在人数占优，多2名选手，是一个场上5对3的情况。哇，这2球密集的火网还是没有办法击中哦。是啊，不过他们很聪明，都利用这个大斜角的攻击，对，就让对手很难知道球从哪里飞过来。哇，快攻，对，完成了一个1换1啊，10打2。4对2的焦灼，还是没有办法再造成一个有效的出局数。双方都在持续的等待好的机会啊，不轻易的出手。是，在美式足球的球场上，这个球数的优势是非常重要。对，有时候你人多，手上没球也没有用。对呀，对呀。所以我们在教选手的时候都有一个大忌，就是千万不要把自己手上的球给丢光。至少要留1颗球来保护自己。哇，可以接到了啊！好，密集的火网连续被他挡掉2颗，再去把1颗收入囊中，先丢出去。哇，决定用这个蹲姿，用防御的姿态去迎退对方，对，把面积缩小啊。有时候最后是你决定要用侧闪的方式，还是决定要用这种蹲低的防守姿态啊？也是看选手怎么去选择。没错，要看临场反应。好，桃园先旗开得胜，拿下第1局。刚才最后这边削到了头部，
打斜角的攻势啊，不过但攻势多，但没有办法集成有效的，所以目前现在都还是人数都还很多。台北 A 队，他们很明显的在先瞄准场上压迫攻击力比较强的选手，先把最麻烦给打出去，就会轻松很多了。哇，一个下腰，对，一个高难度的闪抖动作哈。这一局双方的保命时间都比较久啊。对，比赛时间还有大概8分17秒。平鱼啊，没有办法接到，又出局了，瞬间出去2个。现在桃园还是满满的6个人都在场上啊。台北 A 队比较危险了。好，假动作，攻击。他的是左边的那一位选手，边线选手，结果是另外一边的人出局了。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对，补上了一颗。哇，这个密集的火网真的没办法。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没错，真的2颗3颗这样招呼，真的是躲不掉。同时2、3颗真的是没有办法。他找到空档被挡下那球的劲道好强啊 ！blocking 之后整个球飞出去。哇，这是一个6打1的局面啊！机会来了，守住。对，他现在就慢慢的把球全部都掌握在自己的半场，让对方人多球少。好，再躲2颗。哇，接杀出局，补接成功啊！哇，尽力了，还是没办法，真的太难打了。1打多真的是。对啊，这个打6个，这个会感到非常的孤独。没错。好，桃园是再下一局，这样是形成了2比0。台北是要急起直追了。对，还有大概5分半。桃园市现在应该要把节奏缓下来，把节奏给缓下来，把节奏缓下来一点。那么现在2局在手。还是要控制好球权。互换，出现了空档。对，桃园是要稳住，不能再失去一个球员。
4-2，交错的火力，互换之后，桃园又折损了一名将士啊，剩下2位，对面有4位，哦，2颗收下来了。台北是要追了，好，比一个手指战术，是，对。我发现有时候战术又是用讲的，有时候是用比的。对对对，看你这个战术的复杂程度。OK， 对。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个传声筒，我跟我旁边的讲，旁边的再传过去。OK， 对对对，不然避免太远哈，有时候看不到，或者是看错了。我看到品瑜一直在比，对他想要准备反击，来，机会来了。哇 ，nice block， 对，他的位置是有的，只是可惜被对方挡掉，不然那一次的时间差是一个成功的攻势。是的，是的，代表战术是有奏效的，我们继续积极的尝试啊，想打桃园的16号纯慧，纯慧也是第一批跟我们一起练起来的球员。哦，那也是对经验相对比较丰富了，经验非常丰富。哇，陈慧的膝盖闪躲是蛮厉害的，对，都跪在地上。好，另外一位，他跟马诗涵是现在桃园硕果仅存的2名选手，2个也是打得蛮不疾不徐的，持续在找机会。只是台北 A 队哦，都把炮火集中在瞄准纯慧，想先把他打出去。对对对对，他的威胁性太强了。纯慧有带走了1名球员，哇，2个都地板动作，对，看起来是他们的招式，对，都讲好了，没错。好，目前看起来桃园应该是要打一个缓兵之计了哈。是，对，2局在手，然后现在对方虽然多一个人，但是只要能控制好球数，其实双方的进攻频率是差不多的，所以再把这最后的1分半拖完，桃园就可以带着3分。哇，对，互换，乱流来了，的互换，还有吗？这一球闪过，目前1打1，1打1的，哎，踩线了，可惜。他退得太后面了，哇，好可惜哈！刚才在后退的时候，53号的马诗涵，刚才在转播男子组的时候也有一次这样，是 solo 的时候，一个男生自己退，踩线出局，哇，大家都觉得好可惜。他的专注力都在前面的威胁，不知道脚下有一个没错。台北是要追了57秒，要打得非常快。对，一定要非常快，对，放手一搏了啦，因为如果这一局继续拖下去的话，他们就是输嘛。对，一定会是，至少要拼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教他们使出棋术，就是对手觉得你不会出手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出手。就是像这样，正数不能再打了，接到了1颗球吗？对，但是又被打出去了。打一个变奏哈。对，打一个变奏，30秒。30秒，不过现在台北市没球啊。机会来了，哇！台北市没有把握住，没办法，只好放手一搏，打机遇战了。他们现在所剩的人也不多，最后被 K 光光了，比赛结束。对，好，这样桃园市就获胜，可以带着胜队的3分积分，持续迈向下一轮比赛。而输球的台北市 A 队，输队也是有1分的进账。下场比赛回来，我们将进行的是男子组的新竹市来对上新北市蓝队。
好，我们进行场地整理跟人员的更换，待会回到我们第一届台湾美朵锦标赛的现场。好，今天的赛程18日周六，我们在泰山体育馆一连串的赛事，我们现在进行到的是倒数第6场比赛了。男子组新竹市来对上新北市蓝队。连续2天在泰山哦，所以都是免费入场的。如果观众朋友对美朵有兴趣，想亲临现场呢，跟球员们交流，跟 AD 理事长来询问美朵相关的这个状况呢，也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泰山体育馆，在我们的公园路上。对，感受一下这个别开生面的美朵，非常的热血，也非常的紧张刺激哦。是的，好，穿着红色球衣的新竹市，在转播画面的上方，下方是穿着深蓝色球衣的新北市蓝队。哇，球飞了出去。对，从那个球网之间的缝哦，啊，这个球网其实也是这次协会 AD 这边的重金添入的设备啊。没错没错，为了这一次的全国大赛，其实球网很重要。对。一方面可以这个加速捡球的频率啊，一方面也是可以让那个整个场地啊、观众席的安全度会更好。对，不然观众会那个就像4D 电影一样，对，随时球都会来到你的身上，真的亲临现场，对，感觉在看战争电影，也是在里面沉浸式的一个球赛，没错。挡击，机会来了，哇，闪过，哇，双方密集的火网交错，一波乱流，完全不放过对方，哇，还有一个，还有2个，哇，新竹没有球了，是新竹刚刚一波流。疯狗流把球全部打光了，这是新竹他们的这个招牌动作。记得看到了猎物就要全上。哦，球被打掉了。哦，哎呀，但是第2颗接到球，把第1名球员救进来。好，新竹这一波
4-1。好 ，blocking， 集中脚步。哇，新竹的密集火网攻势在第一局取得成效，率先首开纪录，2分钟的时间就拿下一局。没错，有时候男子队友有时候我看他们一局真的是乱流打起来，1分钟大概对，1分钟大概结束。我看过最快的大概20秒可以打完一局，就是开局的那个快攻，全部哇蹦来蹦去就打完了。哇，新竹的站位蛮有趣的哈。都跪在地上，对，都是用踩低跪姿的方式，随时准备要把球给收下来。中间的4位选手都用蹲的，然后只有前方或中线几位门神出去做攻势。哇，这被击中。好，双方人员的损耗现在是一样的，都是还有5位选手在场上。不过新竹这边又减员1名，剩下4位。哇，骗起来之后做时间差，成功的把李承哲给打掉。是的，是。不过两边的这个迎敌姿态是截然不同的哈。我们看到新北市蓝队是全都还是踩站姿，对，反而新竹是4名都是踩蹲姿，风格截然不同，截然不同，对，很有趣啊。3多。再来一个，哇！对，你是3多，哇，没接到，再互相一波，最后的减员是把新竹削减到只剩下2人，新北蓝队这边有3个。哦哟，腿部攻击有奏效，最后是再减一个，双方现在是2对2。哇，这边打一个声东击西，斜角。在新竹红色鞋子的是我们的 Arthur， 他是我们来自在台湾长大的孩子，但是之前在新加坡读书。在新加坡读书，对，也是在新加坡认识了美式躲避球，然后回来台湾之后发现，哇，竟然有人在玩，太棒了，他非常的开心，找到一群知音。是的，是的，还是我们新竹的发起人。哇，假动作，哇，回击砸到地板上，再给一个回击。双方现在形成一个两边直角1对1的一个状况，一人盯着一个，没错，但偶尔会打一个交错，对，杀个措手不及，一个被打出去，1打1。好，我们来看一下。哎呦，再来一颗！对，这腿部很灵活，双方互相找准对方闪避的机会，然后球不断的在往场内送。哇，真的是要观察，然后又要捡球，又要攻击，很忙啊，很忙。我常说每次都会 solo 的时候真的很忙，对。哇，阿瑟尔精彩的 solo 哈，最后为新竹手下的胜利。而且我有观察到有一些选手，包含 AD 也是。在这个轮控的时候，你们有时候还会担任其他场次的裁判。对，对，但是新兴运动我们在人力上面还相对比较不够，所以就会邀请大家也可以在比赛之余一起担任裁判的角色。
好，新竹持续采取他们的这个全员蹲姿，这个乌龟战术。对，只要面积缩得越小，被击中的几率就越低了。哇，肩膀被击中！哇，第二颗果然抽下来了，追上去就打。哇，被接到，接到一个就一个进来，看起来局势又不太一样。对，场上刚刚一瞬间发生了很多动态啊。对，所以我们才会要求球员要特别诚实，因为这么多东西，真的裁判就2个人4个眼睛，看不完。所以也要请球员见谅，有的时候确实球真的太快了，快到我们自己球员在场上被击中，其实是不太确定的。而且我们现在转播已经是相对用一个上帝视角在看，对。如果是在场上那个各个角度，然后各个混乱，更难去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是的。好，两位裁判做一下沟通哈。对，刚才在观察中有一些意见上的分歧。这一球有没有被击中呢？他认为是。对，因为从另外角度来看，击中和他夹住了，那这样算接到了吗？接到与否，应该在判这个问题。对，有时候确实电光石火之间，球员之间不太知道到底我有没有成功接到。我们是因为有慢动作，对，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可以重播一次，但当下我们没有办法有再这样回放，所以只能依靠裁判的判断。他说有就是有。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一场这个比赛执法下来，哇，裁判的专注度比选手还累啊，非常辛苦，真的，对，视力要很好。哇，新竹在这一场的较量，感觉胜利女神更倾向他们哦。现在局数已经来到3-0了。今天双方不管是男子组还是女子组，在经过这个第1轮的预赛较量这个知己知彼，也会有敌我双方实力上的一个认知了。因为到明天19日的比赛整个强度会再更高，包含我们进入到4强之后会采这个上下半场的模式对，所以对于选手的体能来说又会考验更大。是，所以我相信明天打起来，整个战术跟应用上又会跟今天有一些不一样。是的。闪过了，漂亮的3朵，哇，一波乱流。被挡下，哇，跳起来呀！可惜，对，还是被削到了。哦哟，站在前面。对啊。本来是想压制对方，就被一个偷袭给带走。场上是3对3，对，少了一个3对2。阿 Sir， 果然是边线，哇，密集的火网，瞬间把人全部砍掉，命中率非常高。哇，这一场较量，新竹市的火力真的是执行度很高。
4-0。那看起来没有什么悬念了。对，就只求不要受伤，再去把下一局拿下来就可以。虽然我们说这个梅朵在用球改良上已经大大的减少受伤的几率，但是在从事运动的时候，以 Eddie 的经验，对这项运动比较常见的哪一些运动伤害大概会是什么？当然就是在一开始这个初学者还没有很熟悉自己的投掷动作的时候，就过度的施力，对，就有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肩颈的大家拉伤，拉伤撕裂伤是比较常见的。OK， 那再来最常见的反而是在球场上闪躲跑动的时候的一个扭伤翻船。没错，因为闪躲是很多的前后左右很多横向移动的这样的动作。对。那反而被球打伤的是几乎没有看过，因为在球具的改良上比较少，所以反而很多都是自己在做一些比较极限动作的时候，对，可能不小心翻船啦，对，或者是丢球丢得太用力把自己的手给丢坏了，没错。哇，进去了3躲，一个假动作。又闪掉一个。我很喜欢看这种双方在中线的较量，有点那种就是拼刺刀的感觉，对，很精彩。哇，有的时候他们真的会想要去把它给接下来，想要拼一下，真的。对，但还真的偶尔会看到1-2颗这种哇，不简单，这么近距离。机会来了，哇，新北蓝，哇哦，这一次新北蓝总算开张一局了哈。我有点为时已晚了。对，时间剩下1分20秒，应该对于整体的走向影响意义不大，不过也很难讲，因为现在各队的累积的积分我们不清楚，所以能占取到更多这个分差上的优势还是尽量争取。是，对。接到，又弹跳一个。李承哲这一球有2分的价值接一个，然后再砍一个。哇哦，一个下坠球。对，其实美式躲避球的球路变化是很多的，不输棒球，是因为这个球质的关系它可以操控的这个方向很多，很多变化球的这个。对。哎呦，又被接到了！哇，这个跳，再来一颗，又被接到！哇，李承哲又回到球场了。真的，双方互接。他说：“我进去了，我又出来了。”没错。最后一个，哎呀，正中胸口！哇，比赛结束。对，新北蓝最后拉了一波尾盘追了2局，但是对于整体来说影响还是不大啦，因为新竹已经在前面4局在手了，但是不错，他们希望能保持这样的状况，因为后面还有比赛，把自己的状况再拉上来。好，那这样子就会由新竹队拿下胜队的3分积分，而新北还是可以收获1分积分。我们进行场地整理，待会回来会是倒数第5场比赛，我们看宜兰县对桃园市男子组的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好，你好，没事没事，来，请。好，观众朋友，再回到我们第一届台湾美式躲避球锦标赛的转播现场，在这个今天的车轮战球评部分呢，我们现在很开心邀请到是协会的秘书长，今天本届也是代表这个台北市女子 A 队出赛的品瑜，品瑜你好，你好，哇，刚才看到你的精彩表现，在场上又当这个 caller， 然后稳定军心，今天的比赛觉得自己表现怎么样？我觉得蛮两极的，有些表现真的不错，那有1-2场我觉得我打的比较冲动一点，比较冲动，对，所以其实在场上稳定蛮重要的，就是不能被对方节奏带走，对，蛮容易可能一波被带走，就可能就整波会出比较多人，对，但是相反的，我们也有可能带走人家的气势，跟就是会直接可以淘汰掉比较多人，没错，尤其在这个上午的前半段的赛程，我发现你们台北 A 队其实大部分的比赛看来你们都是比较占据上风的那一队，当然这也反映在你们的默契跟练习量，对，但难得有这么机会这样齐聚一堂，然后跟平常或许你们比较是常跟双北地区的队伍练习，但这次有来自国际的，然后又有来自更多县市的，那跟这种比较不常对战的选手，今天的交流下来感觉怎么样？像香港好了，香港其实一直是美式躲避球蛮厉害的国家，没错。所以其实我们需要从中很快速的去了解到对方的优缺点，然后去找到怎么去突破他们。对，因为像刚刚我们打可能一队就是比较占上风，但是另外一队可能他们真的反应啊、速度、反击都比较快，所以变成说我们可能会比较劣势。可是我们要从中去找到，然后快速去调整自己。对，这个蛮重要的。就场上随时都要去思考说，那我要怎么去突破对方的弱点。那作为除了品瑜说当选手的身份，也是这个协会的秘书长。那在运作目前下来，哇，这一次办第一届，其实场面也是蛮盛大的，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那在营运方面，觉得怎么样？其实真的花了蛮多心思跟时间在处理这件事。对，因为其实我们因为协会是非营利组织嘛，那我们也算蛮新的协会，所以基本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正职的，然后都是兼职来协助协会推广跟办这次的活动。对，那其实也要特别感谢体育署跟台亚这边这次协助我们申请这个经费，然后才能有这么好的转播，然后主播来帮我们一起讲这个比赛。哇，也是我的荣幸啊！这个刚刚品瑜有特别提到，我们要再次感谢体育署运动发展基金的补助，让其实台湾不只是美朵啦，其实有很多更多相对来说比较新兴、比较小众的运动，然后得以透过专业的转播去做推广，然后让更多的基层朋友们来认识，然后进而来从事这样子。是，对，来，我们来欣赏比赛，男子组的宜兰县对上桃园市。是。通常在我们进攻的时候就会有2种方式，那一个就是应该说被进攻方，一个就是他们会收集球，然后再去做一个多人一点的攻击，又或者是直接冲出去做反击。对，不确定前面的球评有没有讲到，就是我们这个多数会有2个战术，一个叫 counter 多数就是被进攻方，直接原地出球去进攻对方，就是反击的意思。那另外一个叫做 rush 就是被进攻方会往前一起冲出去的攻击。对，我们可以看看他们，他们现在是收球的状态。其实因为每朵就是666，我们说6颗球，然后两边各6人，所以有时候你即便你的人数上占优，但你球数上没有那么多的话，你或许你那一轮进攻就无效，所以你们也会去控制球的这个数量，然后再做一次密集的攻势，这样子，对，取得比较有效果的方式。对，在场上其实控制球，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真的。对，如果你有很多人，可是你只有1颗球，其实对方能力好的真的有可能
一颗球棒棒棒一次打掉2-3个人。对，所以控制球其实蛮重要的，在美式躲避球的场上。对，这也很考验场上的 caller 的观察，哎，没错。对，就是 caller 要很稳定的去思考现在场上的状况。球。哇，这个对，没错，头部很灵活闪掉，哇，什么互换，这一波哇被接到了，是，好像场上的人数加了一个之后，宜兰县现在有5人呢，是，对，桃园市剩下2位选手，这个有时候接球真的是直接有点逆转了，对，当下僵持的局面。接球就是一个高风险，但是也是高报酬的一个动作。没错，来回就差2个人了。好，宜兰县密集，哇，只出1颗。对。可能也刚开始，所以他们打的比较保守，稍微保守一点，对。对，有时候发现，有时候可能3、4位球员一起做区前，手上都有球，但最后可能只有1个出手，对，甚至是对方已经闪开了，已经呈现一个防御状态的一个真空期的时候，可是其他的几位选手还是没有再去对他做追击，就是好像也就这样收掉算了。有时候真的是看那个队的球风，对，或者是默契的部分。像宜兰队，他们其实是个我觉得打反击很好的一个球队。对，就是像现在可能拿球的3位，其实都蛮有反击能力的。对，直接打掉了。像他刚刚可能只有出1颗，也有可能是想要利用反击来去做一个攻击。对，其实蛮多细节的变化哈。没错。因为每个球队的球风其实都差蛮多的，没错，而且又分进攻跟这个闪避的时候，尤其像刚刚闪避的时候，我观察到这个新竹队男生，他们都不站着，他们全员蹲下，对，他们喜欢采一个这种没错，对低姿态的方式去做防守。因为新竹队的主力基本上是以前日式躲避球的班底这样，对，所以他们其实会习惯一直接球。他们的习惯就是我先拼接球。以前跟他们打，我们其实也很困扰，很容易一直被接球。对，所以就是他们的习惯啦。所以他们就是会拼接，那就是有点1翻2个人嘛，会去闪，可是我有接到，哇，就是好球。所以以前打单式躲避球跟复式躲避球，其实在虽然都是躲避球，但是在这种细节上还有文化的差异上还是有差的。对，没错，他们就会很习惯我就是要去接球，因为他们可能以前单球，我只要接到球，球权转换。没错，因为以前单球就所有人的注意力就在那1颗球上面嘛。没错，没错。那每一朵因为有6颗，所以你在看人的时候，你也可能成为目标。没错，没错。就是这种像打这种单式的，我们其实多数会用2颗球去打它，或是3颗球。对，就尽量不要1颗球去打它，风险比较高。是。那秘书长当年是在什么样的机遇下接触到这项运动，进而从事？好，我大概是2022年，就那时候疫情刚比较后期的时候，然后也是从 IG 上面推广看到他们办的新手村的活动。新手村对，然后就是去参加了，然后那时候也认识就是理事长 AD，对，然后后来他们又办了可能中级班，就是他们有办不同层级的，对，然后就去打了2、3、4次之后，那时候刚好那年的同志运动会，对，有这个项目对，然后本来要去打，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就没有去打，对，然后后来呢又那个时间又突然可以了，我就被找去当裁判组，对，就是那时候去当同志运动会裁判，然后就跟 AD 变比较熟，对，然后后来打完那次呢，AD 就找我进协会协助他，对，就是处理可能协会的事务啊，或是我们有时候一些新手村的活动，或是像这种大型赛事，对。所以也是透过这个新手村的推广活动，进而认识，然后投入到这项运动里面。没错，没错。所以代表协会的新手村其实口碑是蛮好的，对，真的是蛮有效果的。是，哇，桃园的最后一位选手出局了。对，刚刚他们就是前面有在拼要接他的球，哇，这颗打到脚，对，脚没有收起来，是赖嘉诚啊，有点可惜。对。
其实现在的球员还蛮多，老班底都是从新手村出来的。哦，对对，然后后面其实蛮多都是一个传一个。我拉我的朋友来，对啊，因为觉得体验之后觉得整个很好玩，很好玩，这样子一个拉一个这样子，没错。所以协会在2025年也会有一些陆续有新手村的体验活动。是协会有，那其实因为这1-2年，其实协会我们多去辅导各县市的协会，对，就例如像台北啊、新北、桃园这些协会，那我们其实也会推广他们多去办这些活动，对，就是协助他们多去办这些新手村的活动，对，虽然协会会办，但是数量可能没有以前多，那多数就会让地方性，对，让地方性，然后去多做一个凝聚地方的，然后让地方性去办，那这样等于下次比赛也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参加。没错。对，像现在这次北市其实女生就有2队，对啊，就觉得还蛮不错的。对，派到2队，没错。那你们 A 队跟 B 队是怎么做区隔的？比较多是以经验值，对，因为我发现你们 A 队确实经验值会比较没错占优一些。是，就是我们 A 队基本上都是打了算是比较久一点的老手，对。然后 B 队这边我们其实会去带 B 队练习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在从旁去顺便指导他们啊，或是结束也跟他们讨论。是，对。那 B 队就是比较新一点点的球员这样，对，或是这1年加入的这样。了解。我相信透过这2天的比赛，也可以帮助他们快速累积对梅斗的理解啊，还有这种大赛，还有转播的这个经验，那真的是非常的难得。没错，我觉得心脏会变很大颗，就是直接进阶到跟很多不同的人去打，没错，经验值会直接快速提升。削到脚，削到大腿。好，这样子，桃园又剩下最后一位选手了。对，没错。既然如果保持下去，他们准备收下第3局的胜利。没错。是一个1打4的局面了。是，这个反而1在打射，其实要更冷静去应战啊，打到手臂。对，还是打到手臂了哈。好，宜兰现再下一局，3局在手。美式躲避球真的是一个蛮靠气势的一个运动，我觉得，就是现在宜兰气势起来之后，就有点锐不可挡的感觉，反而会变桃园可能打的会比较绑手绑脚一点，但是相信他们可以快速做出调整。这球差一点点。那会不会说对这个运动想了解，然后就会推荐他们先去看铁男躲避球，这个很经典的。是当时看到觉得好有趣，因为像我们7年级生以前都是玩这个单式躲避球的，然后那第一次看到铁男躲避球就觉得哇塞，这么多球，对，然后那个电影当然是比较浮夸的呈现，但就会把美队的好像一边打球边表演的那种很滑稽、很有趣的东西给呈现出来，对。可能真的比较久远一点啦。对，那是2004年的电影了。对，我们很常在带新手村，一开始都会先问说，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看过这部，对，但是要看年龄层啦。通常没错，高一点的，其实大家都蛮多都看过。对。其实美式躲避球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去看时间的胜赢，时间，对，就像现在宜兰领先，他们就可以打得保守一点，没错，对，但他们领先比较多啦。如果是什么领先1分，其实你打很保守，把这一局拖完都没关系。对，那如果你落后，你就要更大胆一点去尝试。因为你拼的话有机会，如果追平的话，那你们是各拿2分积分。是的。那如果你不拼，你把时间走完，那你就拿1分积分。对。对。其实以这个投报比来说，就拼拼看是对，还不错的啊。那你们平常练球也是一整天吗？还是通常的密集程度？通常大概是3个小时左右。3个小时就会蛮累的。哇，那所以今天这样赛事安排一整天，其实大家会比平常练球的 loading 再更大一些哦。是，而且我觉得手臂的负担也会比较大一点。没错，所以刚才在转播，其实问到很多选手，包含 AD、包含 Lucky 他们都在讲说，其实今天怎么去分配体力哦，其实也是一门学问。知道了，是没错，我觉得蛮重要的。真的，因为你看你们女生8队，男生10队，全冠赛打下来，其实真的是蛮累的啊。好球接动，没有接到啊。所以宜兰县现在还剩3个，站得很开哦，一个站中间，两边各有一个门神。
没错，因为怕被双杀或三杀。对。哦，今天目前还没有看到双杀跟三杀的机会，我们待会看看会不会看到。是，恭喜到了。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打可能程度比较有一点落差的时候，可能主力就会让他们去站到右二或左二的角度。右二或左二，因为左右翼跟中间的 caller 其实是比较费体力一点的。他们就会一直不停地在出球前后的移动这样。对，有时候就是会做一个轮流轮调，或者上一场比较累一点，就可能会休一下。对，要做一个体力的调配。我看你的位置，如果像以桃园市来做比喻的话，你都会站在桃园市就是上方的最右侧。我发现，对，右二或右侧，有时候会直接先站右侧，有时候是站右二，然后等可能我们 caller 右边那个，对，如果出局了或是需要体力上的调配，可能你在做轮控，对，会就然后我是第二的 caller， 第二顺位，对。第一个 caller 如果出局了，或是他没有上场，可能就会是我去优先做一个 caller。那 caller 有时候我看你们发号施令，有时候用手指比划，有时候用喊的，会是怎么做一个什么样的调配？基本上单纯一点，如果这次我确定只出一颗球，对，或是说可能第二颗球是我自己要出的话，我可能就会用比的，对，就比别人，然后我自己出第二颗，或者我们就只出一颗，对。原因是因为如果你要用讲的，聚集来会有风险，对，有可能被。突然被攻击没错。所以，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打一点不一样的战术，例如说你想要打2拍的战术，或是你要出到2颗，那用讲的会比较清楚一点。对，所以比较复杂的战术安排可能就用讲的这样子。就是会聚集，然后讲完再散开。哇，他选择一个坐地卧佛的姿态。这位也是以前蛮有名的单式躲避球员，单式躲避球的，就是蛮有名的球队，是，所以他其实接球能力也非常好，好吧？他很招牌，就是把自己缩到非常的小。是11号的林伟杰，是剩3个人打掉1个，是手握3颗球的他，看一下第2颗，哇，被接到了，再见接杀，哇，不错，所以桃园是有逆转了气势，局势追回了一局哈，是。哇，很漂亮这球直接送到了对方的怀里啊！所以其实接球需要实力，也需要一些运气，没错，没错。剩35秒。双方打一波你来我往的这个是对乱刀流。现在就是桃园是要拼一波，看可不可以多带走几个球员，看可不可以把这一局结束，应该这样讲。OK， 因为我们这个赛制，最后一局如果时间到，然后没有结束比赛的话，这一局的成绩是不算的。对，所以大家最后1分钟可能就会一直来来回回起来丢了，对，没错。好，那最后的局数是宜兰县以3-1击败了桃园市，胜队可以带走3分积分，而败队也还是有1分积分。然后经过今天的单循环，我们会取积分的前4，然后晋级到4强，是对。所以相信明天的4强赛啊，一定比赛的张力啦、强度一定更高，因为是打上下半场，是30分钟，哇，也是蛮考验的。没错，对。但是中间就有休息时间，就可以快速的做一点战术的讨论啊，或调整，对，会更刺激，张力会更大。好，那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等待一下场地的更换，还有人员的更换，待会回来再持续进行到下一场比赛。可以看到是女子组的桃园市对上台北市 B 队。
好，下一场比赛来看桃园市跟台北市 B 队女子组预赛的较量。好，台北市 B 队里面蛮多选手，就是我们品瑜秘书长的算是学妹咯，对。通常他们这些里面大概从事美朵的资历大概都是在几年？其实有1-2个比较资深一点，也是有好几年了。像刚刚有看到我们早上也有来过的秘书应慈，对，小慈是小慈，对，那他比我资深哦，他比你还资深，他以前是单球的选手。OK， 是，那其他的可能就有的应该是这1-2年才加入，几乎都是这1-2年，有的应该是今年才加入，那有的就是1-2年这样。是。那也有因为可能工作关系或是居住地关系，就是住比较远，所以比较少来打球。那这次还是想要一起来，没错，这么难得盛大的第1届赛会，说什么也要来参加一下。没错，今天我们队也有从屏东上来的，哦，屏东上来，哇，真的是很难得哈。没错，他也有两次假日，就是专程跟我们一起来集训练。真的，我觉得这2天在泰山体育馆能够聚集这个全台各地，甚至有来自香港、来自日本的队伍，大家一起用美朵来切磋交流，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没错，这次不需要出到国外，你就可以在台湾，然后跟不同的国家交流。对，真的还有转播的这个服务，让这个全国各地的美朵爱好者都可以欣赏。我们在中华民国美式躲避球协会的 Facebook Page 脸书粉专可以看到，还有在 YouTube 的 Hot Sports 跟动之 Sports 也都有直播。这一次真的很不错，就是能申请到经费，然后让台亚这边来帮我们做一个转播。因为其实过去我家人蛮常都不知道我到底在玩什么样的运动。没错，我有都跟他们介绍，但他们就会觉得，那女儿有时候出国啊，说什么他们也想看我比赛啊，或什么的。对，所以这次就是早早把链接贴给他们，让他们都可以一起来看比赛。真的。而且这次协会蛮用心的哈，像刚刚包含提到像品瑜、像 Eddie、小慈，甚至是我们全明星的选手，对，然后 Likey， 然后蓉蓉他们，就是透过各个不同身份，可能有协会的，可能有明星艺人，或者是可能是有参加过全明星运动会的，那透过各个角度，然后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去拼凑他们对于美朵的看法，然后最后把大家眼中不一样美朵的魅力跟乐趣，然后呈现给观众朋友。是，对，没错。然后包含这一次也是要感谢我们4位 sponsor 有台湾的众兴实业、九路兴业、激励运动，还有宝矿力对赛事的大力赞助。这次看到的所有球衣，就是我们国内选手的球衣，全部是众兴实业赞助的。众兴实业赞助，是真的很感谢理事长，就是大力支持。对，而且还办了一个活动，什么个自由交换1件换1件的运动，所以选手们在比完赛之后，可以把自己的球衣挂在那个区域，然后再挑选一个你喜欢的，这样没错。其实，在国际上，美式躲避球选手非常喜欢交换球衣。交换球衣，对啊，我觉得很多球类运动都会很喜欢交换球衣。好喜欢换，没错。一开始是听说这件事情，然后后来自己实际出国比赛之后，哇，发现很有趣这个现象。对，就会有人，因为那时候我们可能第一次出去，然后是挂着台湾的球衣，大家也觉得很新奇，很新鲜，想换。很多人是拿了5-6件来我们区域，然后一件一件展示，有没有人要跟我换？有没有？这样子很有趣，就大家都来卖衣服的感觉。那品瑜自己换到有没有哪一件是觉得很值得收藏的呢？我换到算是澳洲的美式躲避球，算是主席吧的球衣。主席的球衣，对，非常喜欢，是一件海狸的海狸球衣，很可爱，非常可爱。对，就是他们都会蛮愿意换的。是，对，就是。好，我们来看台北市 B 队跟桃园市。B 队你肯定很了解了，因为也是平常一起练球，很多带出来的学妹。必须说，他们这几个月真的进步的非常多哈。对，有2-3位应该接触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对，那因为大家都工作，所以其实1个礼拜我们就练球，基本上是2次。2次。对。通常在哪个礼拜3晚上？礼拜3晚上在新北高中。新北高中。对，然后礼拜天早上在老松国小。OK。然后下午在南门国中。OK， 所以也是
好多个场地这样轮调在。对，因为台北市的场地真的太难找了，真的。台北新北，对，当初也是我们的球员打了40几通电话，终于问到新北高中跟老松国小。对，那老松国小是由我们台北市主要在开的训练场，对。就是我们台北市固定开的，以前是协会开，那后来台北市就算接下这个场，对，然后就开训练场啊，然后有时候会开新手村。了解。对，那顺便，这球接到了，漂亮。顺便宣传一下，我们2月9号会再办新手村，是在高雄嘛？在老松国小。在老松国小。2月9号是台北我们老松国小办。所以高雄那个是1月底的啊，对，或是高雄那边办的，高雄协会办的，对。所以，如果观众朋友对于美朵这种赛事新手村感兴趣也都欢迎到中华民国美式躲避球协会的脸书粉专，会有资讯的更新。是。哇，这球没有注意到没错。队友闪避之后，自己成了目标，又被消掉一个。打球没有挡好，哇！没有瞬间 B 队被歼灭。对，这个其实6颗球在场上，你真的是不能有1秒的疏忽啊，球就招呼过来了。就是随时都要盯着前面。其实捡球的时候也是最容易被攻击。刚才你看就在捡球的过程中，好无奈的表情。没错。拖车战术好可惜去为队友抢了2颗球，但是自己就出局了。对。削到手，没有削到。我觉得4个基本动作就是丢接、挡闪，大概从事一阵子就会有一个概念。但是我觉得假动作要做得好，其实蛮难的耶。对，对不对？对，没错，而且蛮耗体力的。其实，对，因为你出的那个假动作也要有一定的力道，才可以骗得到人嘛。那你一直不断的晃，其实也是一种消耗的体力。是，没错。而且你每挥一次，其实都是一个体力下。对。体力值就减一这样。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其实以前 AD 还有其他选手就有跟我们说，他们都是拿着球队镜子疯狂的练习，疯狂练。对，就是看怎么样你才会觉得你够真，然后可以去骗到对手。是。对的，这个都是要常年这样自我调整。是。然后练到他们炉火纯青，就是可以已经够骗够假，但是你又可以把那个动作的姿态跟力气花费到最少，那你就成功了。这个真的蛮难的。但是如果也要看熟悉的程度，对，如果对手太熟悉你，他有可能就是不会被你骗到。对，因为像我们也会去研究各个选手，因为像桃园队其实是我们最常一起练习，对。Okay. 因为我们算是可以说是同一个球会啦，就有一个俱乐部，同一个俱乐部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平常礼拜天那些都是一起在。可惜脚没有收到，对，头发被削到了哈。所以其实我们也会一直去看一些影片啊，了解他们每个人的习性跟动作。那你觉得以桃园队来说，谁最难缠？我觉得2个，一个目前是现在在我们荧幕右上方这位拿球的，是，对，他叫做孙成亮，陈亮，孙成景，对，但是他的绰号叫亮亮，对，我们叫亮亮，那，被打，对，我觉得他最难打是他很会抓对方的反击，对，就是他非常会抓对方出手的那个瞬间，去做一个反击，他这时候又来一颗，对，就是。对手出手的时候那个角度，对，所以看他站边线也是有道理的。没错，他非常会抓这个。其实我之前也好几次被他抓到这个，那就是事后回去好好的练习，怎么样才不被抓。没错，因为他球又算蛮直蛮快的，所以就变成要压住他的人要很认真的在压他。哇，还又消掉一个人。球，好，看一下。
亮亮这边在找机会哈，你看他一直在观察啊，在接球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哇，没错，猎人变成了猎物，没错，但这时候也是北市掌握这个好机会啊，把这个场上蛮难缠的选手打掉。好，那如果亮亮下场之后，他们的第二威胁，你觉得会是？目前应该是左上角的这位叫做易婷。易婷，对，他是左撇子，然后他也是进步幅度非常非常大的一位选手。是，他接触其实也没有到很久，啊，可惜被打到。对。哦，代表北市是不是偷偷听到我讲话？圈里耳的，对，还是顺风耳的感觉，哇，太厉害了！我学妹听到学姐在主播台讲一讲，他们说好收到。没错，没有，但是其实因为大家真的太熟了，都熟悉啦，对，所以其实也知道啊，刚刚接球了，所以应该是把他救回来，对，没错，所以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在场上应该要打谁，没错。好，台北 B 队现在剩2位，而在桃园市我们还有4位啊，人数比是1-2。虽然说美式躲避球是一个团队的运动，但是其实就算剩一个人也不要气馁。对，我们刚刚那场我们打香港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选手最后1打6，哇，最后逆转赢了比赛，太神了！我今天还没有转播到1打6，对，我今天那个转播到以下课上的话，大概是1打3，对，差不多。1打6太传奇了。对，正常来说1打3还有一些机会，1打6真的非常非常少见。等于是小叶问等级了。对，哇，那一场我记得那个1打6应该打了7分钟左右。哇塞，那个太经典了。对，本届代表作已经对，没错。很可惜没有在转播场对，不然我们今天因为密集的赛事我们其实在泰山体育馆，我们是有2个场地同时在进行。那我们台亚转播团队负责的是靠近司令台这一个第1场地。是。剩一个人，好球挡住啊，可惜。哇，现在球都对，哇，躲，哇，躲掉3颗，还有机会吗？所以这也是千万不要把球输完的原因。对，就变成有点待宰羔羊。是，对方可以好球挡没有挡，对方可以很。对，我们现在看到42号的资瑜，是，对，他有源源不绝的弹药啊。不过刚才一波输出之后，现在手上也没弹药了，防再挡。对，我觉得剩一个人的时候，切记就是千万不要把你的子弹用完。哇，你看现在双手都哇，好球，只能闪。对，没错，闪掉。缓一下。没错。我的习惯就会拿到2颗或3颗，对，我一定要留1颗去做一个防守。这样心里比较底气哇，削到对方的右方大腿的位置漂亮，没错。对，至于这一波 solo 为台北市 B 队拿下了这一局，看一下，哇，超漂亮这一颗球，想挡但是慢了一拍，是，其实在，大家可能有些人拿球重心比较高的状况下，我们就是会努力往他的脚去瞄。对，就是想办法拼他没有挡好球，或是刚刚的状况就是来不及挡，都会多去瞄脚步的攻击。思雨其实也才加入，可能也不到半年。不到半年，也是非常，但是他是我们非常。就是潜力新秀，对，也不容易其实很多都是这个社会人士，然后平常利用这个上班之余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兴趣跟爱好，是，然后这个团练，没错，也在从中交了非常多的朋友。这就是团队运动的好处啊！没错，有这个伙伴一起进步跟努力，是。好，瞬间刚才的几波攻势人员都有消减，现在场上是一个4对4的状况。球这球，所以请大家都知道先打资瑜。对，好，资瑜要出去了。对，可惜。大家都一直在做一个比较靠近中线的压制，慢慢的突进谁要出呢？叠对叠的感觉。
哇，现在 B 队有5颗球在手，是，哇，有点可惜。对，砸了2颗，但是准头差了一点，没有造成太有效的威胁。哇，被挡掉，哇，这个回击，这个哇，可惜。对，区前的时候互换，哇，这一波换下来 ，B 队仅剩下1个了，被打掉1个，然后接到了1颗球，被接到1颗球。88号的吴婷怡是所以他们现在冷静一点，收集球，4个一起打。哎呦，哎呦，地板动作。哇，这个梅朵真的是一个跟地板很近的一个运动，大家都趴来趴去。追上来，哇！好，这就是我们俗称的 rush 战术，也就是冲上去的意思。哇，对于婷怡来说，体力也是一个考验哈。没错。好，削到。哇，还是被削到了，被亮亮给狙击到。是所以我们在多打1的时候，多数有2种，一个就是像他们刚刚一开始收集球之后，我们再去打；另外一个就是像这样，趁对方打完投掷出去之后去做一个反击，是，效果会比较好。B 队也是在做人员的更换像刚才打完之后，有一些就换成了场外选手。对，这个在场上高张力其实也非常耗体力，对，那个肾上腺素激发那个体力。而有时候也是让每一个球员在今天的预赛都有上场的机会，去增加一些经验值，这样。没错。被接到了。这球漂亮。而且这球他有点是去抢接的状态，是他可能观察到那个球路很平稳。对，所以他自己去找球，不是球去找他。没错这个其实稍微比较少见一点。对，我们通常还是会以躲为优先。对，刚才这球接的也蛮漂亮。是。这个想接，哇！对方两边的都有人员折损。是，现在5个对4个。对，好，讨论一下。没错，还是打同样的人效益比较高。哇，又被击中出。没错，亮亮真的很会这个反击的部分。我一直在期待他看会不会有这个 double play 或 triple play 出现。这个真的。对。哇，又想接，又想接，没有落地。对，那个可能要6个人或是比较挤的时候，比较稍微有可能机会。对，追上来。哇，被接到了。小慈接到的。是小慈，你的秘书。对。哇，他也是 B 队里面等于是资深的大学姐在带了，是，对，以他的经验单球选手在接球会有个习惯动作，就是跪下然后抱住球。用跪抱的方式。对，他们就像刚刚说的，可能新竹队都习惯这样子的姿态，蹲姿跪姿，对。就是球能比较牢的接住，是因为他等于把下半身舍弃掉了，让对方只能攻击你上半身，让上半身就是一个接球的比较好发挥的热点，这样子。哇，剩9秒，刚刚北市有想要打快一点，因为剩5秒。哇，小慈再搞定一个，再来一个吗？哇，没有，好，那中场的哨音响起，哇，这场比赛桃园市最后以局数3-1战胜了台北市 B 队。持续大家虽然比赛都想这个赢但是体育赛事总有输赢，但赢的也不用骄傲，输的也不用气馁，所以最后还要看积分。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经验的学习。好，那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待会回来我们要持续来欣赏的是新北市来对上台中市。
好，随着时间的进行呢，我们在1月18日星期六第一届台湾美式躲避球锦标赛的赛程也慢慢进入到尾声了。当然，好久成瓮底哦，大家持续精彩看下去。下一场比赛是女子组的预赛，我们看到新北市要来对决台中市。两边的球员也是很多都是秘书长熟识的人哈。是。对，对于这两队有什么样的印象？台中比较熟悉的就是目前画面上66号，对，是台中协会的理事长。对，他基本上也比我早入坑美式躲避球，入行美式躲避球。对，但因为之前可能他在台中，所以对以前只有台北比较多在打的时候，他的打球时间可能就比较少一点。是。对，那其实今年他也很认真、很努力把台中带起来，也有稳定在开场打球。对，台中朋友有兴趣也可以去找那个台中协会的 IG， 然后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起打球。听说他们在迪卡侬上面练球哈。对，没错，南屯迪卡侬。我之前有时候去也会去找他们打球，也有去跟他们打球。真不错。对，比较熟主要就是宜芳，对，然后还有。子荣也是之前有一起在帮忙推广。OK， 然后其他就是全明星的3位选手的班底这样子。对，然后还有一位是我的亲戚。是，然后哪一位？是潘迎静。哦，潘迎静。对，是他是也是之前我跟理事长以前我们也会2个人跑到台中去开新手村。哦。对，这1-2年也有3次、4次。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我都把我的因为我妈妈娘家在台中，对，所以我就把我台中的家人，没错，一起玩，请他请君入瓮这样子，没错。所以他们现在有我几个表姐、表哥、表妹就一起跟台中打球，我觉得这样很棒哎。对，就是这位画面中13号，但是他们也算是非常的接触也是几个月而已。这次台中也是男队女队都派哈，对。画面上我们看到这个有阳教练，他也是当时全明星运动会在办的时候，他就是由他来负责教一些女选手。是。之前我们也有去陪全明星的选手练球，对，之前我们也有去过练球，蛮有趣的。就是也是知道他们，然后就很认真看他们比赛，因为我也是全明星的粉丝。对，就是我也很喜欢各个运动，也都有看他们的节目，所以亲自去教他们打球也觉得非常有趣。有时候做这种综艺实境的结合也可以在帮助很多运动的推广上起到一个很棒的效果。没错。对。我当初也是看了全明星运动会第2季的美式躲避球，然后觉得很有趣。然后看到刚好协会在推广开新手村，然后才来玩，对，然后就一路走到今天，对，蛮不可思议的。是。好的，我们看裁判确认双方 ，OK， 稍微详细，比赛开始。在画面上方的是新北市。在画面下方的是台中市，对。刚开始大家都会先试探一下对手。哎呦，3个密集的攻势很准哦。先把台中的理事长打下去。对，一方哈。对。哇，先下去了，先休息，或者是看看队友待会能不能 catch 把他给救回来了。没错这球。美式躲避球有一个很可爱的机制，就是你出局的时候就要乖乖待在出局区，然后地上就有1、2、3、4、5的格子，对，我们有贴那个白色的给在地上，就是乖乖在那边等队友把你救回来，然后出局之后也不能再碰触任何球。这球很漂亮，观察到对手没有在注意。哇，漂亮！台中刚才9号郭廷宇
成功一个狙击哦，听说全明星的3位选手也有专程下到台中去跟他们一起。哦，对，没错，没错。刚才在转播的过程中 ，Likey 他们也有讲，他说其实3位班底还是居住在台北为主，但是因为这次报名关系哦，他们是挂台中，所以也特别他们是一起开车，刚讲着 Likey 就下去了，有点可惜，对，差一点点就能收进去。对，没错，就是会下去一起团练啊，是，对。虽然说他练球的机会比较少，所以在默契上可能相比其他常练的队伍差了一些，但是他们也很珍惜这一次报名然后一起参赛的机会。是，我觉得他们也是在一场一场中调整进步蛮多的啊。对，可是就是跟今天早上我看到的第一场有蛮大的差别。是一整天打下来哈，其实会越来越进入状况。没错。场上3对3，我觉得美式躲避球真的是旁观的人会更看清楚场上的局势啊，因为我们现在等于是有点用上帝视角在看。没错，对，你们在场上哇，那真的是太多动态在发生了，真的，一瞬间会发生很多事情。落地球。所以刚刚就是他也想去出球，111号选手，然后另外一位对手就来保护他的队友。其实有球的人保护你的队友其实蛮重要的。哎呦，哇，这里对，哇，这个互换一个，没错，就我要保护我队友，你打我队友，我就要打你，把你带出去，这样才划算啊，对啊，没错，这也是我们很训练很会特别说的一个部分，就是对方出球去打你队友，你再去出他，没错，我们尽量不要无谓的去出太多球，对，因为球子弹也很重要，对，子弹有限啊，体力也要保存，没错，所以都要是这个最有把握的时候出手，没错啊。好，双方现在形成了一个2对2的状况。没错，这时候就看谁能更冷静去应战。啊，现在他们都选择打左边的这位选手啊。哇，这里则是打右边，把台中的35号陈宇给打出去了。那场上就剩1的严叶英。喂，压迫，第一球没有，手上还有，挡掉。近距离的对决，对，近距离的对决，我喜欢看这种近距离的对决，真的有点像那个西洋剑一样哇！要出招的时候，你知道，你门户大开的时候，你也可能同时被攻击。对，你要选择防守还是选择进攻这个？啊，严艺英不错，他2球在手，1球攻击之后，另外1球格挡都很成功。对，没错，格挡的很确实。来，双方的 solo 哈，我们看一下，他选择踩蹲姿来应对。哦，可惜这个挡起来接球其实也是有效的。双方互挡。对。哎呦，没球了，追！不要踩线，对，要小心哦。啊，再见接杀！哇，这球接得很漂亮。哇，不过这个 solo 蛮精彩的。对，哇，这个选择很大胆哦。对，因为球是在头上，而不是在肚子的位置。是。好，严叶英刚刚最后的那一球哈，被新北市的林雅芳雅芳给 catch， 然后最后就形成了出局，所以第一局比赛由新北市首开纪录。拖车战术。
没有成功击中。现在僵持不下，对，双方的人数都还很多哈，等待一个导火线去点燃，什么时候发动啊？还是6-6的状态。陈瑜，对，先把35号的陈瑜成为了这场比赛第一个出局的选手。台东的密集攻势 ，Lucky 被接到了，自己也要出去了。哇，这球可惜啊，好可惜哈，啊。这真的就是直接塞到肚子里的运气球，没错。新北的防守姿态蛮妙的，有人站有人蹲哈。这个蛮个人习惯。对，就像可能会发现，有些人就是很习惯跳，有些人很习惯趴，那有些人就是接球。是。只是说，如果你旁边的人是蹲，有时候你在情急下闪避，有可能会撞到他，对不对？对。啊，这也是6个人比较容易有出现 double。人越多的时候啊。对。这都考验默契啊。没错，像我们以前这个在学校玩日式躲避球单式的时候，哇，也是常常我要跑的时候，然后就可能跟对方要撞在一起，跟其他同学这样的情况发生。对，当然因为那时候是我们一个班级30-40人就打起来，那一场人是非常多的，对，应该直接占满了。对，但是单式没有双杀、3杀的机制，所以应该。就是比较人多，比较不会有这种状况发生。滑给密集的给，但是都没有打到。是这个缩小自己的身体范围，说得很漂亮。哦，击中了，严叶英出局了。脚步，想尝试接球，结果没有接稳。好，两个都踩蹲姿，然后一起发动攻击，哇！但是郭廷玉疏忽到了对方的侧翼的攻击啊，哈。没错，这球很漂亮，就是趁对方冲上来的时候，我先出一颗去狙击对手。踩线出局，哇，自己自爆啊，真的要小心啊！今天也是有播到1-2场比赛是。最后只剩1位选手，但最后是没注意到边线。我们刚刚那场比赛，对对手就是最后男子组也有发生，对这个太投入了。没错。但我在想这个问题，因为你只剩 solo 了，你当然全心全意是放在对方的身上。那外场球员可不可以做到提醒的工作？还是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对，其实就是要靠外场选手去一直去喊。对，那。这种状况下，其实可以站在就是那个剩下球员的后面，就是你不能碰到他，但你可以在他后面一直提醒说，好了，停了，对，你要踩线了，停了，想办法让他停下来。是，对，这个外场球员就很重要。我们队也都会，例如有人往前攻击，然后我们后面他们要退的时候，我们后面的球员也都会把他们喊停，对，就是停了，要踩线了这样。新北把节奏拉快了，剩下3分多钟。对他们现在2局领先在手。
具有优势哈。台中市现在又剩下3个人了，哎。其实美式躲避球打时间制很奥妙的是，例如现在这样的状况，新北市人有优势。哇哦，这个斜哇，严月英又出局了。对，这样只剩下35号的陈瑜跟2号的蓉蓉。对，就是台中市可能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的防守啊，然后让这一局你时间到，如果哎呦，我感觉蓉蓉有点慌啊。对，剩下他一个人对战6个人。谢瑜蓉有机会吗？可能多拿几颗球。是。好，他的 solo time 哈。所以，哎呦，小心踩线。想拼接。哎呀，意图太明显了哈。没错。对，还是一个尝试啦，可惜。对，没有办法接下来，差一点点就球比较歪偏，打到肩膀，打到他的左肩上侧。拼接也是一个选项，是对你多一个队友回来帮助你一起。他刚刚在总合台上有说他只剩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很慌啊，对，所以他可能会选择去拼一波，救一个救命稻草上来。没错，当然风险也大了。对，这是选择啦，选择看他们想要怎么样。刚刚我队友1打6，就是他没有要拼，他没有要接你球，我就是好好的防守，对，然后好好的打，对。1打6真的好神哦！对，没错。哇，这里台中市又折损了2名选手，现在场上剩4个。对，他们还是要掌握到一个有效进攻的方式哦，不然每波进攻下来，他们的人员一直在折损，但是他们的密集火网却没有办法对新北造成太大的威胁。对，没错。他们要特别小心进攻完被反击的那个球，其实都蛮快速往前。对，你看又折损了一个，主要我觉得这个投掷的准确度跟把握度，新北还是占优蛮多的。对，因为新北也都是蛮多都是经验丰富的选手。对。画面上右上方2位也是我们之前去出过比赛的队友，就是台湾队的队友，也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对，新北的6号吴若宁，对，他都在扮演抠了，然后经验也是蛮老道的。没错。来偷袭。像现在新北就是想拿下这一局，所以会打得比较快。那台中是因为人数有劣势的状况下，他们可以选择打慢一点。对，我就是这一局就不算也没关系。现在5个人对3个人，最后的7秒、6秒，比赛即将结束哈！哇，被接了，再拨一波，蓉蓉，哇，打掉一个，对他打掉一个 ，OK， 我达成任务，自己很开心哦。对，当然。好，那我还是新北市最后以局数3比0击败了台中市。再拿下3分积分，我们的比赛赛程也慢慢的靠近结尾了。待会回来会进行倒数第2场比赛，男子组的新竹市来对上台中市。待会回来看这2队强强对决会有什么样的演出，观众朋友先休息一下。
好，从今天上午的9点40分一路转播到现在将近5点半的时间哦。我们在1月18日第一届台湾美式躲避球锦标赛的第一天赛程也慢慢到入尾声了。我们倒数的第2场比赛，看到的是新竹市对台中市，这是一场男子组的对决。里面不少都是曾经这个单式躲避球出身的。对班底的选手，然后他们现在也开始尝试复式，也是我们的美式躲避球，然后在过往打这种单球的技术，然后运用到这种新形态的赛事方面。没错。哎呦，凶狠哦！哇，他们的哇啊，可惜要救队友跳出去了。新竹市这一波攻势很凶，对，很凶。哇，台中剩几个人了？剩4个对，但是他们有优势，有5颗球。而且新竹基本上他们迎击就全部都是踩蹲姿。对，他就是跟你拼接。其实他们球也很快。对，很快。他们通常就是需要一点上手时间，就是在转换的时候。但是上手之后，哇，那个球其实很有威力。我们可以看到台中市的35号都是由他在发动手指战术。也算是台中队里面稍微资深一点，比较资深一点。对35号翁代莲。对，然后另外一个应该是徐友阳25号。对，友阳教练。主要是他们俩。哇，这里出局了一个是1号。对。这样台中剩3个。3打4。这个球。哇，成功换到一个。是很漂亮。对，刚才江炳勋出手，对，成功。剩2个，剩2个就站得很开了，左右没省了。没错。左边对，连续3颗都没有办法打到 Arthur。对。刚理事长介绍，他也是以前在新加坡，是对，然后来台湾之后发现，哇，竟然有梅朵的同好，他好开心。对，他以前也是在国外有打球。哎呦，连躲3颗，哇，很漂亮。再来还是没有那球有吗？看起来是没有。对，看起来应该是先落地落地的反弹。哎呦！新竹队哇，出界了，往后撤的时候没注意到，好可惜。看一下刚才一连串精彩的闪躲之后我们的35号翁代莲在后撤的时候，对，刹车来不及了，杀出界外，对，很可惜。不然刚刚起坡真的闪得很漂亮，很精彩，对。block 掉。果然新竹队就是一片柜子，真的。接杀接到球。他们在迎击的时候，真的就是全部蹲下，顺便恢复体力。对，真的很厉害，但也真的很会接。漂亮！对，跳太高了。对，但是队友也保护他，帮他换掉了。不要让他的牺牲白费哈！对，马上1换1。这个发生什么情况？刚才看一下，好像是有没有接到球的争议。
啊，看一下刚才的慢动作，这一球2个在抢，有对他示意有接到 save。哇，那这样新竹是满满的6个人都在场上，对，球员就救回来了。哇，台中这边剩下25号的有杨教练了，1打6的传说会上演吗？敦克尔大反击，可以期待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很清楚场上谁拿球，然后可能谁进攻防守比较有能力，要先处理那个难缠的。球。新竹队现在应该是要收集球，对，一起做一个来一波密集攻势，哇，他已经刚完全打算走一个乌龟战法，对，先落地了，落地，哇，现在没有球了，球都在台中市这边，先逮到一个，他们也是要拼接，对啊，跟你拼，完全就是全部蹲下，那就来吧，那就是考这个。头接的被接到了，哇，这真的没办法，没错，因为就是要跟你这个正面对决，没错，对，直球对决，你来我接，我没有要闪的意思啊。对，这种很会接的队伍，其实你就是去削他的边边，对，只能去打他的可能肩膀啊，然后手臂旁边的位置，不能往他肚子打，太危险，还要考验控球，对呀，真的是不容易，真的蛮难。而且有时候在急触的时候出球，可能就是会有点偏差，或是没有办法这么准确的送到想要的位置。好球，一个斜眼啊，可惜，就是在帮忙捡球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了？这一波有点混乱。好，出局。两边的互换。对。台中现在剩3个，对方也剩3个。又一个，哇！你看他，这是他趴成一个1字形是，有点疲喽，有点在享受比赛了，在享受比赛了啊，已经整个肾上腺素打开了哈。对。因为目前握有领先优势啊，对，可能稍微可以玩一下，对，享受一下，开始有点铁人躲避球的味道，对，没错啊，有出局了一个新竹市，他伸手就是想接，对，哇，剩一个，只剩1个了，来，我们看一下新竹市。这位打起来非常活泼的选手能否扛住对面的密集攻势？出局一个。好，冷静观察一下。15号的陈凯，他反击速度也很快他蹲在角落。
对方一旦被 block， 他就会找准时机反击。是啊。但要小心边线。打到没有？哎呦，再挡一个，再挡一个吗？哦，出局了，对，出局了啊。现在精彩了，2比1。对，看一下，哇，刚才事不过3哦，再挡一颗，这一颗是哇被砸中脚部了，没办法，对。好，那这样子局数追成了1比2，还剩下4分50秒左右，时间上是够用的哦，所以台中市还是有机会把比数再扳平，甚至反超。新竹队真的很会抓对手捡球的时机，或是没有注意的时间，直接去攻击。刚刚有被带走的选手有没有注意到的，马上就被。他们会轮流上场，就是好这一波打完退下，然后另外3个上去这样子。对，捡到球的人就快点上来帮忙。对。好，派出的3位也是调配体力。毕竟这2天男生的话，一队会打到9场比赛，真的蛮消耗体力跟手臂的。这场比赛也是今天赛程的倒数第2场了哈，尾声了，大家也都赶快把所有的体力最后再释放出去了。是然后好好休息，再准备明天的赛程。是，就毫无保留了。对，基本上这个队伍应该也是最后一场。不过打这么多场，大家其实也都累了，一定啊，比谁的耐力跟最后有撑下去。对，我看他们越打越开心的感觉哈，已经有一点玩开了的感觉了。好，3个打1个，看一下他们的密集攻势。哇，陈凯第3球还是被 block 掉，对，喂。哇，他也是很有风度哈。对，这么近的距离，然后把对方给轰出去，也是马上示意。我看大家都很享受比赛，笑得很开心。刚才，对，美式躲避球是一个君子的运动。对。好，最后的1分半左右，两边要打一波乱刀流吗？以新竹市来说，可能需要看有没有办法快速的多打下几个对手。但新竹市就可以采保守战术新竹就全部都蹲着等你对啊，台中市可能要一波乱刀流，没错。他们但球也要收集起来。好，现在4个人区前，手上都有球。哇，我们看到1字形又出现了。他那个就是在跟你赌准度，我就是这样摆，那你砸不砸得动我？你来试试看。没错，尤其他又很瘦，所以其实他躺下来也很扁，对，也真的不好打，哇哦，还把刘洋给带走了，双方互换人员，一波出局，打到膝盖。
红衫军还剩下3个，剩2个，对，剩2个了。台中市还有4个。哦哟，这个斜角攻击啊，可惜球没有挡好，掉下去。哎呦，最后的17秒，双方毫无保留的开始轰炸，狂轰滥炸。对，我只能跟你拼了。好，10秒。哦呦，再接到一个哦，漂亮！哇哦，哇，3个人乱刀流。好，最后比赛结束，最终的局数是3比1。我们恭喜新竹市。哇，他们的战术还是虽然很具体，但是你打不破就是打不破他们的这个战术运用。好，我们恭喜新竹市带着3分积分拿下胜场，台中也可以获得1分积分。那待会他们比赛完，应该大会就会进行这个积分的加总。是，那看看最后是怎么样的排列。对，我们这次也有一个线上的系统，对。叫做康凡的系统，也可以在上面看到我们每一队即时的成绩。OK，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有兴趣也持续关注。这个成绩的第一个公布都会在中华民国美式躲避球协会来做发布。是。好，那我们这边也谢谢品瑜精彩的讲评，待会我们会换上另外一个球评，然后跟观众朋友继续来欣赏我们18日赛前的最后一场比赛。我们待会回来转播现场。谢谢。第一届台湾美式躲避球锦标赛，经过今天密集的一连串赛事，我们即将为您呈现的是今天的压轴场次。男子组的预赛最后一场，由台北市来对上新北市白队。主播台为您邀请到刚才呢，也我们有转播到他的比赛那个来自台中市的蓉蓉
Hello， 哇，今天对又当选手又当奖评，分享一下刚才的比赛给自己的评分吧。我觉得在就是今天的最后一场，对比赛有砸到一个人，有看到你最后砸到一个人，我已经没有遗憾了。我有看到你那个很开心的动作，好像比赢球还开心的感觉。对，所以这给今天自己设定的目标。对 ，OK， 也有看到你尝试大胆去接球啦，但是对，觉得哪些部分，如果明天还有赛事的话，可以做修正。我觉得不要想着要接球，就是先想着躲球，还是躲球优先这样子。以那个生存率为优先这样子。OK， 那今天也是难得跟台中市的队友，包含这个女子队、男子队，你们的很多教练，这样大家一起来比赛，然后马上又要最后一场比赛啊，觉得希望看到这一场台北市对新北市有什么样的演出？我希望是很激烈的，很激烈好。因为刚刚就是看到很激烈的比赛，我就会觉得很兴奋。是，刚刚跟秘书长平玉姐聊，他说他们今天场次还上演了1打6的奇迹啊！对，刚刚有看到，我觉得太神奇了，超厉害的。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场台北市对新北市双北大战。感觉这一场大家都会觉得不要留遗憾。对啊，因为最后一场比赛就把所有的这个力气给他吹落去，这样子，感觉就会很精彩。好。那通常在观察男子选手的表现，荣会觉得哪一种选手是你比较欣赏的？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哪种处理方式？我觉得，因为这个就是我可能做不到的，就是会挡在队友前面，拿着球保护队友吗？OK。我觉得是要有一个胆量，要有一个胆量，因为你自己也要怕会不会被球打到。OK， 就是要冒着这个出局的风险去保护队友，这样子。没错。但能看到球过来还跳很高。对，我发现男子选手跳真的是都跳蛮高的。对啊，而且怎么能拿捏那个高度？每一次都真的都没有被砸到。真的是奋力一跳。哇！在空中还可以做 blocking， 好强，反应能力超快。哇！连续把新北市白队砍了2个人出去，他们现在只剩下1位了啊！好快哦！对，台北市的攻势很密集，哇，他很贪心哦，他一个人抱了4颗球。接到了，对，结果被接到。我觉得也是，因为他抱4颗球，他等于他的身体的那个负担太大了，所以他可能在出球的时候力道就没有办法那么大，然后就被接到了。当然这是一个风险承受。不过我今天第一次看到一个选手这么贪心，是抱4颗球上去，完全没有空间可以动。对。哇！跳到整个都快要翻了1圈了哈。对啊。好像男生的选手都不会蹲到太低。也是有，但有些就喜欢跳。就是随时有反应。对。他们可能比较喜欢跳 breaking， 就是一些地板动作。对，在跳地板动作的感觉。哇，又剩3个人。很快哦，台北市虽然你看他们的动作幅度不大，但是精准打击都蛮有效的。对，好强哦，就是快很准。哦，来了！哦呦，好像在看动作片。对，刚刚一个人这样化解了4球，哎。对啊。好，来群体攻击，哇，第一球就中，很有默契。对。哇，不知不觉新北市
又被打掉了，快速的2局都被台北给拿下哦。好快哦！现在还有10分钟。对，男子组的比赛有时候快，可能刚跟理事长聊，他说最快看过20秒就打完1局。真的、哦？对，他就说就是大家抢完球、开完球之后，棒棒棒，一阵混乱，20秒结束1局。当然那是比较极端的状况啦，但是快一点的话，今天转播我觉得1分钟的有发生。那你们女子组会稍微比较久一点。对对对对。那可能女生会想比较多，然后也会对一些情况会比较保守一点，而且讨论事情也会对，你们会比较多讨论。我们讨论都会讨论很久的。那你刚才最后一场比赛打完，团队做了哪些检讨？我们在拍照，在拍照留念。因为那个男子组也有我们的教练，对对对，然后他在比赛，然后就没有讨论，就先拍照，先拍照。但我们等一下结束会开检讨会，开检讨会是，也是难得这样大家齐聚一堂，而且今天的比赛又是各个县市，如果人够多的话，就是可能会派到2队。对，很多，对啊，像双北人数比较多的，他们都会派到2队。哇！可惜！哇，一阵混乱，一阵混乱！哇！哇！哇，一波局势，看一下新北白队只剩下4号硕果仅存了。刚刚也是他。对。他这次还会爆4颗球。詹玉宏，我们看一下。他现在是2颗在手，先要撑破这波反击。哎呦，还是被 K 出去了。理事长的出球还是蛮有威胁的。看一下刚才他的注意力放在前面的时候，哇，你看这一球都很准。对，都很准，完全发挥了这个多打少的优势哦。都有把握好机会。好，这场压轴的比赛时间还有7分钟左右。现在台北市是3局巨大的领先，新北白队目前还是挂蛋哦。想办法突破一下。哇，这一局有机会咯，比较有效的把台北市现在的成员削减到3个。因为他们四位蹲着，1位站着，是累了吧？感觉有在防守。对，就跟刚刚那个新竹一样，新竹的在迎击的时候，他们是全部都是踩蹲姿，就是跟你拼接球，他没有要闪。也算是一种战术。对，一种战术，对接球，因为他们都是这个单式躲避球出身，所以他们对接球比较有自信。所以他来跟你拼一波接球。这样也是很好的。对啊，也是一种策略。好，台北市剩下2个，新北白队有4名，现在4位选手都趋前，
手上有4颗球的攻势，好，先把小飞人给砸掉，然后剩下1个，再一波时间差，再一个时间差，哦，被接到了。好，那这样子台北市还可以续命哦，把理事长给救回来。哇，有艾莉的闪避，前边的曲前再闪一个，哇，密集的攻势。哇哦！好，场上刚才一波混乱，又还是一个1比2的局面咯。我们看一下，台北市能够继续续命吗？好，一个斜角攻击，后撤，攻势来了。挡掉，闪掉。然后把球收集一下哈，啊，现在球权都在他这边。哇，感觉他有点累了，投球砸的时候那个准确度已经开始有点下降，当然因为只剩他了，会比较紧张。挡掉，再挡掉，哇！而且1打2，1打2，还要一次看2个，真的，他要做的事情很多。哇，漂亮，再搞定一个，现在是 solo 哦，对方没有球在手，啊，他也缓和一下，再给。好，现在双方是各有2球，一个 solo 的对决。进攻了。双方都不敢轻易出手哈，哇，互砸，有吗？没有，都拔掉，这个再挡掉。好紧张。对，而且范围太大了，整个全场都是他们的、啊。对啊，2个人打一个全场，再挡掉，哇，消掉了，他很诚实啊，被消掉他。举手，对他举手，哇！不过是一个精彩的 solo， 对，好好看。对，看到台北市77号的张哲豪，哇，他的头发啊，哇哟，直接把2个给带走，这个拖车节奏超快，对，拖车节奏超快的。哇！向前的追击 ，Eddie 也闪掉2颗。现在场上虽然台北市的球员比较少，但是在局数上他们是有领先的，所以这局把时间跑完，他们就可以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哦。那就看新北白队有没有想要什么做法，还是就把时间给拖完了？因为即便1分半，他们可以再把这一局给拿下，但是要再追1局，这个困难度蛮高的，所以可能就把时间慢慢给走完。哎呦，哇！他跳真的好高哦，超级高，而且他一次跳2，对，他一次跳2次。哎呦，
感觉比马里欧还会跳。对，他落地还跪着。对，呼吸很重要。没错。好，最后45秒的读秒阶段。哇！再淘汰一个，这里挡下。好，闪开，双方的1对1。哇哦，还是被抓到了。哎，没有，挡掉了。对，他把他挡掉了。好，最后的双方1对1啊，这就是，哎呦喂、啊，转了一圈，舍命演出，体力超级，真的，最后的5秒、4秒，双方要拼一波吗？哇，绝杀，精彩！台北市最后靠着绝杀哦，虽然他们已经这个胜券在握了，但是最后这个1对1。这个气势不能输，这是2位选手彼此之间的较量。超好看。对，技高一筹的台北市77号啊，精彩的演出，最后以总局数4比1拿下了胜利。那我们今天这个赛程的第1天啊，所有的转播工作，应该说赛程啊，就到这边告一结束了。那待会大会在进行这个所有队伍的胜队分数总结之后呢，稍晚会在粉丝团来公布这个晋级到4强的队伍大概有哪一些这样子。对，那今天呢，哇，荣跟我们分享一下吧。今天参与这个第1届台湾的美朵锦标赛，跟你当年参加全明星的美朵赛，觉得最大的不同？我觉得变得比较，就是可能因为都是专业人员的比赛，变得比较热血一点，然后有很多技术上的不一样，又感觉学到了更多。是，那对于今天的发挥，你自己的发挥呢，有什么样的感想？我觉得就是今天的事就让它过去，因为明天还有比赛。对，明天还有比赛，就是新的开始。新的开始，明天再加油。哦，你心态很好。好，那对明天，不管是自己台中队，甚至是其他队伍们，你有什么样的期许？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尽全力的打，但是不要受伤。好，那也提醒观众朋友，在今天的所有赛程结束呢，在明天的上午8点20分，我们会带来1月19号礼拜天我们的第1届台湾美朵锦标赛第2天的赛程。那今天也非常开心哦，这个协会在邀请了这么多的赛评轮番上阵。那这个也谢谢于蓉跟我一起收尾，今天感谢你精彩的讲评，然后还当选手表现，也帮忙我们这个主播台的颜值拉高。好，那我是董敬桥，在这边跟您问候，然后我们明天上午的8点20分在转播现场见喽，拜拜，拜拜。